而他们一前一后走出庆和殿时，苏大少爷可认识曹金放？那是曹驸马的兄弟。是。君雪蕊答话间步入凉亭中，拨开摆放在石桌正中间那个香炉的盖子，盯着从那香炉中升起的白烟，继续道：他是我唯一放进了心里的人，但他死了。但他一进入凉亭中，就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凉亭里萦绕着一股让他觉得很不妙的香味，可他还没来得及退出凉亭，就脱力重重地跪在了地上。在他撑起石凳想要努力地站起身时，君雪蕊俯身用2根手指挑起了他的下巴。他是在我面前被人砍掉手脚，剥去脸皮，戳瞎双目，流干了血死的。我为了记住他，把我见过的那些与他有几分相像的男人全部都收进了府中，但以往我半分也没觉得你像他，就你舞剑的样子却与他如出一辙。公主，我是苏国公府的人，虽然眼下还未得封世子，但那是早迟的事儿。我与你府中那些轻轻松松就能得到手的男宠不同。哼，本宫知道，但本宫想得到的男人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这个时候，庆和殿后宫里，殿下，永华公主得手了。楚宁都听得一愣，永华公主得手了？她可才进来后殿没多大一会儿啊！真不愧是永华公主，在宫里都敢这么干。你们药王谷的迷情香果然效果绝伦。殿下，你以后少让我叶焕师兄帮你做这种会遭天谴的药，来找我。你就不会遭天谴了？我不怕遭天谴呢，而且我们不是已经遭过天谴了吗？君莫眉心狠狠一拧，他们那3年比之遭天谴，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永华公主跟苏应风的事情上，殿下，你介入了多少？你让霓裳楼的人赶制苏应风今日穿的那身衣裳时，我就已经猜到你打算做什么了，就让叶焕连夜做出了永华手里常年都背着的迷情香。但我让叶焕做的不是寻常的迷情香，而是加了几味专门针对我们这种人的药的迷情香。苏应风这些年被苏国公护得太好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些药是他的软肋，只要他对永华没有足够的警戒心，就一定会中招。永华其实是个行事有些畏首畏尾的胆小鬼，若非曹金放的死把他逼到了濒临疯癫的地步，若非那之后他母妃还……顿了顿，君莫暗暗地又叹了一口气，把没必要让楚宁知道的那一部分糟心事咽了下去。以防万一，我让安插在永华身边的人，此前2日一有机会就在永华耳边说，他若行事更果断直接一些，吴夕阳早就已经是他的人了，也肯定早就已经对他死心塌地了。当然没有从他手里逃走的可能，所以对上苏应风，永华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先把人得到手。好吧，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3界人这方面我是不如殿下，而且事情能这么顺利，我还得好好谢谢殿下。但是在治病救人这一块我是高手。殿下能现在跟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明知那壶茶有问题还把它全喝了吗？当时殿下，你明明有很多种方法能在不喝完那壶茶的情况下达成你想要的目的吧。话末，楚宁从针盒里面取出了一根最长的银针，故而此时一看到他咬牙切齿地举着银针，他头皮就是一麻，解释的话都到了嘴边，他就是没敢说出口。不是他怂，是说了要完。因为那壶茶里的罗刹花是他放的，目的是为了让这宫里头的几个面和心不和的人互相猜忌。老天爷估计都看不下去他堂堂太子被他这么明晃晃地逼问了，他毒发的时间提前了。在那股剧烈到如同他正在遭受五马分尸一般的疼痛从他四肢百骸迅速蔓延开始，他周身的血色都一瞬间褪尽了。尽管他咬牙忍住了，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楚宁的表情还是立刻就变了。然后下一瞬，他手里的银针就落在了他身上，紧接着是更多的银针。但君莫浑身上下每一处都在剧烈的痛着，他都已经分不清楚楚宁有没有使坏故意扎痛他了。袁公公领着人把楚宁要的那些药全部都取来时，太子殿下毒发了。楚宁没工夫回话，就只点了点头。点完，在取针的间隙看见袁公公丢了手里的药，就欲往外跑。公公留步，太子不会有事，不用现在惊动皇上。可是万一……袁公公有些左右为难。这个时候惊动皇上，就等于是惊动了宴会上的所有人。可万一太子殿下在这个时候有了个好歹，没有万一，公公信我，
袁公公深吸了一口气，弯腰捡起地上的药问：这些楚小姐要怎么用啊？放我边上就好。说罢这话之后，楚宁几乎把他针盒里所有的针都扎到了君莫身上，然后拿出捣药钵开始捣药。不出一会儿的功夫，10余颗药丸就在他手里诞生了。然后他一一把那些药丸喂进了君莫的嘴里，期间君莫一直都十分安静，他知道他已经用尽了全力去忍耐，根本没有余裕说话。而这个毒发的过程，他小时候也经常经历，只不过她是女孩子，她不用忍耐，她可以在师父师兄们面前敞开了哭着喊疼，这让她无比心疼君莫，因为小时候的君莫似乎是个爱哭鬼。最后她到底是没有忍住，一针让君莫昏死了过去。楚小姐，太子殿下他怎么晕过去了？他不会是我让他晕过去的，那样他就不会痛了。袁公公心头一松，整个人都脱力地滑坐到了地上，他3魂6魄都差点全都飞出来了。太子以前毒发也是这样忍着，一声也不吭吗？当年皇上的人把太子殿下救回来之后，殿下的性情就变了，从以前那个爱哭爱撒娇的话痨小殿下，变成了沉默寡言，有时候好多天也不会与人说上一句话的太子殿下。那会儿于先生给他上药，怎么摆弄他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更没有喊过一声痛。不过有一会儿，皇上为了验证太子殿下是不是被折腾到不会哭了，弄了具像极了楚小姐您的假尸体去骗太子殿下。当时太子殿下是抱着那具假尸体好一通嚎啕大哭啊。不过太子殿下打小就聪明，哭到一半就发现那不是真的尸体了，当场就收了哭声，气鼓鼓的走了。且那之后太子殿下有整整半年都没有搭理皇上。楚宁眼瞅着袁公公从一副要哭了的样子变得满脸愤怒，也就没有再多问什么了。反正等他师父到了，他就能知道太子小时候是什么样了。过了半个时辰之后，君莫仍旧处在昏迷当中，但他的脸色已经在慢慢恢复了。袁公公这才放心出去，几乎是他一站到皇上的身侧，皇上就压低声音问了他一句：太子毒发了？皇上已经知道了。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豪饮了一壶有问题的茶，朕不想知道都难呐。不过有楚宁那丫头在他身边，朕放心。皇上英明，太子殿下眼下虽然还未醒来，但气色已经在慢慢恢复了。这么快就开始恢复了？皇上有些意外，也有几分欣喜。而这个时候，宴会已经进行到了钟离一族献宝的环节。他们一族的规矩是，每任圣女临死前只认下一任的圣女，而若是现任圣女毫无征兆的就死了，就由他们一族的族长和长老们来选定下一任的圣女。现任钟离就是17年前前一任圣女突然暴毙之后，由他们一族的族长跟长老们挑选出来的。而他们一族的每任圣女在被挑选的时候其实都是健康的，但成为圣女的数年之后，他们就会患上各种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最终寿命都不会太长，就像是受到了什么诅咒似的。此次我们一族献给皇上的礼物是一张藏宝图。钟离手捧着一张十分破旧的皮，跪在大殿的正中央。在殿内的人因为他口中的藏宝图3个字而纷纷开始小声议论时，皇上应该也知道，数十年前江湖中曾因为一张藏宝图掀起过一场血雨腥风，他们正反两派死伤无数不说，还连累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故而我们族中的人在机缘巧合得到了它之后，就将它藏了起来。而今我们族长与长老们都一致认为，将它献给皇上，由皇上来看管才是最安全的。今日的宴是为你而设，你可相中了谁人？民女相中了二皇子殿下，还请皇上成全。众所周知，他身体不好，今儿你可愿娶她？回父皇，儿臣愿意。既如此，就让青天剑的人赶紧选个吉日，把你们的婚期确定下来。另外，朕此前只口头给了你与叶儿封号，趁此机会来个3喜临门吧。内阁跟礼部的人抓紧落实下去。二皇子与钟离同时叩首谢恩后，这藏宝图残破不堪且无比的复杂，要将它修复，再将它找到，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财力，且还无法确定最后会找到些什么。故而，话到这儿，皇上看了袁公公一眼，袁公公会意，
转身去提了一盏琉璃灯来，然后皇上当着殿内所有人的面把那张藏宝图给烧了。皇上之所以刚刚看得那么仔细，就是在确认它的真假，知它是真的才烧的。且他们一族所有人都不知道，皇上早就知道这张藏宝图在他们手里了，甚至还知道当年武林中的那场血雨腥风，就是他们用一张假的藏宝图挑起来的。只不过他们钟离一族从未涉入江湖事，皇上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他们那么做的目的。此后宴会继续，不过因为永华公主一去不归，军锦直接搬到了钟离边上去坐。约莫到了傍晚时分，皇上，大事不好了！苏大少爷被永华公主……凤儿被永华公主怎么了？国公爷，随奴才去一看，便知。朕也去瞧瞧。苏郎，你好狠的心啊！本宫那么卖力的伺候了你大半天，你竟如此狠心的把本宫一脚踹出来了！你闭嘴！你说不是公主，我都已经一剑将你给杀了。皇上，凤儿早有发妻，还即将与楚莹完婚，永华公主竟然还如此来侮辱她，显然是因为老臣老了，永华公主已然完全不把老臣放在眼里了。还请皇上为凤儿做主，若不然，老臣为了不让凤儿受委屈，只能提前告老还乡，带她远离京城了。宝送永华去他母妃宫中反省，他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就什么时候放他出来。父皇，您不能这么对我！父皇，您明明知道那个女人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您竟还要……把她带走。皇上发话了，袁公公立刻示意人上前，直接抱走了君雪蕊。且那抱走君雪蕊的人还在抱起她的那一瞬，顺势点了她的几处穴位。子不教，父之过。永华会有今日的行径，错在朕。而身为男子，遭女子折辱至此，确实无法轻易咽下这口气。应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朕会尽可能的补偿你。皇上，凤儿遭永华公主轻薄欺辱了这大半日，想来是委屈愤怒到都无暇去思考任何事了。还请皇上准许老臣即刻带凤儿离宫。至于皇上您亲口允诺凤儿的补偿，老臣斗胆，想替凤儿向皇上讨要一个口头承诺。永华做的那般过分，害应风这孩子名誉心灵都受到了重创，一个口头承诺哪里够啊？朕许他3个。近来苏家军负面的消息不断，身为苏家军主将之一的苏应风，又迟迟没有将苏家军中的疑案查清，想来查案不在苏应风擅长的行列。而此前辅国大将军府里出事时，叶儿展露出了颇高的查案才华。明日朕会让叶儿去苏家军中坐镇，帮助苏应风查清那桩疑案。父皇，儿臣……君夜也只能硬着头皮谢恩。你可知皇上让六皇，让叶王去我们军中坐镇的用意？祖父放心，孙儿会在关键时刻让京中所有人认清孙儿的实力，那样皇上此举的用意就不足为惧了。哥，你说大哥被永华公主糟蹋了这件事，会不会是太子的手笔啊？大哥是男人，还是个武艺高强、身经百战的男人。他若没有那个心思，永华公主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功那啥了她呀？今儿这事儿，若是男女立场调换一下，那可不就是被糟蹋了吗？而且那是重点吗？重点是后半句啊，我的哥。你为何会觉得那是太子的手笔？主要今天反常的事情有些多，反常之一，你二姐姐进我们苏国公府5年多了，从来都是素面朝天示人的，今儿却罕见的上了妆。是挺反常，不过她上妆后很好看。反常之二是大哥今日穿的衣裳，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都是大哥从来就没有穿过的。大哥近来一直想方设法的在讨好姐姐，可能只是想换个风格，企图迷倒姐姐。反常之三，永华公主今天可不是头一次见到大哥，怎么就突然瞧上大哥了呢？还急不可耐的直接就在宫中那啥了大哥。这一点确实很反常。温雨的声音突然在苏应和的耳边响起，吓得苏应和直接惊叫着弹了起来。温大小姐，
我只是跟我哥随便瞎说几句，当不得真的。我有些累了，想提前出宫，但楚姐姐迟迟没有从后殿出来。我来找你们是想问问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后殿找楚姐姐？有劳温大小姐了。苏映和话落，就拉着苏映之起了身，温雨便领着他们去了后殿。只不过远远的，他们就看见后殿外面聚集了一大群人。温大小姐，太子殿下跟宁儿姐姐都进后殿大半日了，此时还聚集了这么多人过来，是不是太子殿下今天的情况很不好啊？而此时后殿内，皇上正脸色沉闷地坐在君莫躺的软榻上看着君莫。君冉红着眼睛跪坐在地上的蒲团上，趴在软榻边，眼巴巴地盯着君莫。太后则跟皇后一起坐在软榻正对面的软椅上看着君莫。整个殿内的气氛十分的沉闷，尽管楚宁已经再三跟他们说了，君莫很快就能清醒。而这个时候，后宫深处一个外面富丽堂皇，内里却阴森骇人，连一盏灯都没有的宫殿中，君雪蕊已经紧贴着宫门站许久了。为娘的小蕊蕊，你终于愿意来看为娘了，为什么迟迟不进来啊？为娘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在想你啊！君雪蕊瑟瑟发抖地靠着门，双手紧紧地捂住嘴巴，生怕发出一丁点的声音。蕊蕊，为娘的好蕊蕊，你没有瞎呀？太好了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为娘刚刚还想着，你要是瞎了，为娘就弄瞎全宫的人为你报仇。5年不见，为娘的小蕊蕊都出落得如此有韵味，如此像我了。瞧你这皮肤，白里透红，吹弹可破，花了不少心思保养吧？哎呦，还有你这身段，阿谀丰满，却一点也不显胖。看来皇上没有骗我，他真的有一如既往的宠着你，爱护着你。你别出来，我会杀了你！我已经不是12岁那个弱小无能的我了。蕊蕊想杀我，蕊蕊，你那么善良，胆子也那么小，你怎么可能想杀人呢？你肯定是知道为娘这5年过得生不如死，想来杀了为娘，让为娘早点解脱吧。为娘好高兴啊！为娘为你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你都还记挂着你闭嘴闭嘴！我才没有记挂着你，我想杀你也不是想让你解脱，而是恨透了你。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你能早点去死，连做梦都想。君雪蕊歇斯底里的大声反驳完，举起簪子就朝那人冲了过去。谁想那人非但不躲，还在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一定程度之后，伸手抓住他举起簪子的双手，把他用力地抱进了怀里。下一瞬，簪子刺破皮肉的声音就伴随着那人的一声轻吟响起，紧接着就有温热的液体流到了他的手上，瞬间君雪蕊整个人都僵住了。偏偏那人还贴到他的耳边，用温柔到有些可怕的声音对他轻轻说：蕊蕊，你看，为娘可比你自己要了解你，你杀不了人的。为娘若是你，这种时候不挥舞着簪子扎对方上百下，是不会停下来的。你了解的是5年前的我，现在的我已经不知道杀过多少人了，我只是还没有你疯罢了。话落，他手里的簪子已经刺入了那人的心口，只不过在那一瞬间，他后颈一痛，失去了意识。德妃娘娘，皇上是送永华公主来您这儿反省思过的，而不是让她来与您母女相残的。还请德妃娘娘控制一下自己，不要逼永华公主太过。只要您不逼迫永华公主，永华公主就对您下不了手，而且无论您如何逼迫永华公主，有奴婢等在，您都死不了。所以还请德妃娘娘您安分一些，别给奴婢们添麻烦。而后那2个侍女将她们母女俩送入殿内，仔细帮叶流欢处理了伤口，就双双退了下去。君雪蕊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一睁开眼，看到近在咫尺的那张与她有7、8分相像的脸，她下意识的就想逃，可她一动就发现自己被绑住了。蕊蕊，你不乖啊！为娘都说了，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除了为娘给你选的驸马之外，任何人都别想染指你。你竟然还敢带着一身与男人欢好过的痕迹来见为娘，你说为娘该怎么惩罚你好呢？明明为娘都把你身边那个胆敢肖想自己主子的卑贱侍卫给杀了，也用药使你永远无法生育了，你竟然还是这么喜欢男人？男人有什么好的？你肯定是生病了，还病得不轻，为娘得好好给你治一治。之后叶流欢还说了些什么，君学蕊已经听不进去了。而这个时候，清河殿的后殿，皇上等人看着君莫等了一宿，君莫也始终没有醒。后殿外面的一帮人也都跟着等了一宿。楚宁已经从最开始站在角落里变成了坐在角落里。凌晨的时候，君莫超过了他预估的时间还没醒，他就已经猜到君莫很可能早醒了，只是在装睡，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做，就只静静地坐在边上陪着。太子殿下的气色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会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应该是昨天的毒发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太大的负担。皇上若是着急，臣妇这就给太子殿下扎上几针，让太子殿下快些醒过来。话落，他就看见君莫那比女人都还要长的睫毛狠狠地颤动了2下，皇上也看见了。扎吧，扎用力一点，太子从小就皮糙肉厚，不怕痛，轻了他怕是醒不了。他话音都还没落下，君莫就醒了，对上楚宁已经快要落在自己身上了的银针，他既是心虚，又有那么一点委屈。你还真扎呀？太子殿下既然醒了，那臣妇就不用再给太子殿下施针了。墨儿，你母后，您还没有看明白啊？这臭小子早就醒了，要不是楚宁要拿银针扎他，他都还不知道要装到什么时候。胡闹！哀家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几下了，下不为例啊。孙儿知错了。知道错就好。哀家跟你母后就先回去歇着了。那些个糟心事，你跟你父皇说到商量去。哀家跟你母后懒得知道。太后话落，就搀扶上了皇后。既然太子都已经装一宿了，那就继续装着吧。元宝，去换人进来，送太子去凤仪宫。你得留在宫里几天了。而到凤仪宫之后，凤仪宫的人给他安排的房间就在君莫隔壁，说是为了方便他照顾君莫。他也没什么意见，开了张药方交给袁公公，就直接进去洗漱就寝了。而皇上取消了今日的早朝，直接搬到了君莫住的那间房里去批阅奏折。当年永华及笄出宫开府后，朕就把德妃关在了他刘华宫主殿里，一举一动，连吃喝拉撒都在朕安排的人监视下。但昨日朕把永华送去他刘华宫后，他竟然拿出了他曾经用在了永华身上的毒，那意味着这些年有人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时常跟他联络，而那人定然就在朕定期安排去收拾刘华宫的那些工人之中。皇上话落，就见到君莫的眼皮合上了，连忙掉头问：叶焕进宫了吗？属下昨夜就已经安排人把叶焕接进宫了，让他来给太子把脉，看看情况，若是无大碍，就不用惊扰楚宁了。片刻之后，叶焕蹲坐在床边，冲皇上道：皇上且放宽心，殿下无碍。小师妹应该是给殿下开了些安神的药，以便殿下昨日毒发的亏损能够尽快养回来。你再去皇后那边给皇后把个脉。叶焕应声退下去之后，皇上就安心的在君莫房里批阅起了奏折。袁公公来跟他说了好几次有诸位大臣求见，他都没有理会。而这个时候，京城里有关君学蕊跟苏应风的事儿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了。苏敬周安排了好些人，用了不少的办法去压，一点效果也没有。他只能让苏应风暂时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结果当天晚上，军中就传出来了叶王已经查清了那桩案子的消息。你什么时候能出宫？那得看太子什么时候能够好转。太子现在情况还很危险吗？所以你来见我，是为了打探太子的情况的？不是，我是想见你我才来的。为此我都不惜违逆了祖父，还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口头承诺。可见我跟打探太子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明显后者对你更有价值。是啊，但我现在只想见你。你说我是不是魔怔了？楚宁没有接话。此时他面前的苏应风确实有些反常，那眼神，那表情，还有那透着小心翼翼的语气，
都不像是束缚在他们幼时那3年的记忆里才来见的他，反倒是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自己比他以往看重的那些都要重要才来的。果然，他下一瞬就久违地听见了苏应风唤他宁宁。宁宁，我们能回到小时候的关系，然后重新开始吗？我若没有失去那3年的记忆，我断是不会喜欢上楚莹的，我也绝不会在大婚当天那般羞辱你，更不会丢下你离京3年，也不会有我回京后那诸多事儿。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对我心灰意冷了，但那对我不公平。我是失去了那3年的记忆，而不是在记得你的情况下，我……事到如今，你都还在为自己找借口。你在想起我以后，也没有想过要放过我，不是吗？片刻后，楚宁回到君莫住的那间房里时，父皇在我这里躲了母后2天，母后终于忍无可忍的让苏文过来把父皇叫过去了。楚宁挑了挑眉，没有说话，心说皇上躲皇后做什么呀？皇后眼下有孕在身，皇上不应该尽可能的多陪陪皇后吗？然后他又听见君莫问：你跟苏应风刚刚算是彻底了断了吧？殿下让人去偷听我跟苏应风的对话了？没有，我这么聪明，需要偷听？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啊，他忤逆了他祖父，还不惜用了一个万分金贵的口头承诺也要见你，肯定是终于意识到你有多重要了。既然你跟他都已经彻底了断了，那你就没有必要再回苏国公府了，与我一起在宫中再住几天，就搬去我为你置办的宅院住下吧。那宅院里所有东西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苏国公府那清风院里的东西你都可以直接舍弃了。我不是应该住进殿下东宫吗？你之前不是不愿意吗？倒也没有特别不愿意，毕竟你是我的病人，而且现在我是愿意的。最后这一句，楚宁说出口之前就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妥了，说出口之后，对上君莫满脸满眼的欣喜，他瞬间是后悔不已。传口信给叶静，让他赶紧再好好收拾收拾宁宁姐住的那个房间。顾青应声而去之后，楚宁紧紧地抿起唇，心说他原来在他自己身边的人面前也是称呼自己为宁宁姐的呀，那自己住到东宫去的决定是不是做得有点草率了？毕竟叶总管之前就已经对自己说过，这个房间是我们殿下按照我们未来太子妃的喜好准备的这种话了。他要是还住进了那间房里，不就等同于默认了他未来会变成他们的太子妃吗？奈何他看向君莫，想让君莫另外给他换个房间，但君莫一与他目光相接，就冲他笑了起来。为了一个女人，你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是吗？那可是皇上当众许给你的口头承诺，你竟就那般浪费了。她不是普通的女人，她是救了我无数次，为我受了不知道多少罪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放屁！要是没有我，当年就算有她，你也……话说到一半，苏敬周才猛地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立马收声扭头就走。风哥哥，你真是被永华公主下了药，才会在今天白日里跟永华公主彼此缠绵了那么大半日吗？永华公主那么好看，又是皇上的掌上明珠，风哥哥，你真的不是因为……莹儿，你现在怎么一点都不懂我了？我最讨厌的就是永华公主那般不知检点、不守妇道，还行事张扬跋扈的女人。风哥哥，你别生气，莹儿只是太没安全感了，怕风哥哥你会被眼下方方面面都比莹儿好的永华公主抢走，所以才……我没有生气，以后你别再说那些就行。你竟然日日泡着恶臭难忍的药浴，还喝着同样臭气熏天的药，真的有好转吗？是有一点好转的，虽然不明显，但他自己其实是半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看出来的。但福一偶尔来给他把脉时，会说他脸色好多了，眼下的淤青也淡很多了。那些送汤药过来的老妈子也会跟他说气色比来时要好了。只是明心已经明着暗着提醒过他很多次，这药浴跟他服的药可能都没有任何用处了。这么想着，楚莹就听得明心说：小姐，要不要换个大夫试试？可苏国公夫人说，李太医是除楚宁之外京中医术最好的大夫了。
奴婢之前帮小姐采买东西时，听人说近来京城里来了一个医术极好的江湖郎中，每天去找那江湖郎中看病的人，多到都能排出好几条长龙呢。是吗？楚莹半信半疑地问罢，看了苏应风一眼，才道：那你就把对方请来试一试吧。明心立刻欢欢喜喜地去了。圣女说小姐一直这么瞅着，就变成无用的棋子了。而此次圣女进京，他们族中医术最好的大夫也是有跟着来的。虽说那个大夫治不好圣女，但说不定能够治好小姐呢。所以圣女就让那大夫去京中义诊，然后让他找机会说服小姐，请那大夫上门来试试。楚莹小姐近来服用的药跟药浴都需要停掉了，那些药对楚莹小姐的情况没有任何用处，反倒还会加重楚莹小姐身上的味道，让楚莹小姐越来越没有自信。明心眉头一拧，眼里杀意骤升。虽然他不是那么喜欢小姐，但那到底都是他的小姐，也是圣女的亲妹妹，哪能由得旁人欺负戏弄。他当下就决定今晚就去永华公主府里杀了李富秋。当晚辅国大将军府里，楚离安父子三人一到家，孙瑜就把他们叫了过去，病情一直时好时坏的于静书也在他的房里。楚离安就径直走到了于静书身边坐下。母亲叫我们过来是所谓何事啊？傍晚的时候，苏国公府派了人过来，说楚莹那亲生父亲，也就是太和国的摄政王元素，眼看就要到了，问我们有没有准备给楚莹的嫁妆那些。我是还半点都没有准备的，想问问你们的意见。嫁妆那些就不必为她准备了，我会在她跟苏应风订婚之时送她一份大礼。此后他们一家五口从孙瑜的房间里出来之后，他们兄弟三个先是陪着楚离安把于静书送回了房，又尾随楚离安去了书房。元素都已经进京了，你想好几时带着你的宁宁姐回东宫了吗？就元素露面那天吧，到时候我想放个烟花来庆祝庆祝。等他去上早朝之后，君莫立刻冲顾青吩咐道：让无痕通知老二府里的人，东宫放烟花当晚动手。小姐昨日让奴婢打听的事，奴婢已经打听好了。据说德妃娘娘被送来和亲之前，在他们北叶国皇室并不怎么受宠，所以原本定下来要和亲的公主也不是德妃娘娘，是德妃娘娘争取过来的。因为她爱惨了我们皇上，说非我们皇上不嫁。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跟皇上大婚当晚就与皇上爆发了争执，然后就被皇上冷落了。那之后皇上再也没有去宠幸过她，直到她怀孕，皇上才又去看了她一次。而她早产生下永华公主之后，皇上因为喜爱永华公主，才又开始偶尔会去到宫中过夜。至于德妃娘娘跟永华公主母女之间，在永华公主12岁之前，德妃娘娘都是很宠永华公主的。但从永华公主告诉德妃娘娘她喜欢上了一个暗卫，还想招那个暗卫做驸马开始，德妃娘娘就变了，不仅在永华公主面前用十分残忍的方式杀死了那个暗卫，还把永华公主关起来，用各种毒药跟私刑折磨了整整3年，企图让永华公主跟她一样憎恨男人。但没人知道德妃娘娘为什么那么恨男人。且永华公主及其前几天，德妃娘娘还让她身边的暗卫玷污了永华公主，还一直持续到了永华公主及笄当天。楚宁都惊得微微睁大了眼睛，这是一个母亲能对女儿做出来的事情。要不是人人都说永华公主很像德妃，她此时都要怀疑永华公主不是德妃亲生的，而是德妃仇人生的了。难怪永华公主行事会那般的乖戾张扬了。对了，小姐，昨晚有人潜入了永华公主府刺杀李太医来着，幸好我们殿下安插进永华公主府其中一个人，正好被永华公主安排去照顾李太医起居了，不然李太医这会儿啊都去见阎王爷了。是楚莹的人吗？不知道，那人身手十分的好，我们的人安置好李太医追出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过据说那个人个子十分矮小，像个孩子。哎，楚莹身边那个小丫鬟也十分瘦小。说到这儿，叶思改口道：奴婢稍后就把这一情况传给无痕，让无痕安排人去确认一番。楚宁点点头，
正好叶想也为他梳妆完毕了，他就起身去外间的桌上吃早膳。吃完照例去给皇后请了平安麦，又领着叶思叶想慢慢悠悠地去寿安宫给太后请平安麦。如前2天一样，一路太平。别说引出什么大鱼来了，路过的宫人侍卫看到他都莫名其妙的要绕道走。宫里都在传我们殿下要不行了，然后就有人说见到东宫的人必须得绕道，不然万一殿下真有个好歹了，跟我们接触过的人都会遭殃。好吧，那看来我在这后宫里晃悠多少圈都是没有用的了。这次去给太后请完平安麦之后，就不用再去了。然而片刻后，他们主仆进了寿宁宫之后，苏大少奶奶，快随奴婢去看看安圣公主跟太后娘娘吧。安圣公主割腕自切，流了好多血，太后娘娘听到消息，受不住刺激昏过去了。哪边情况最危急？应该是安圣公主那边，伤口太深了，血止不住的在流。而此后，楚宁一路由着那宫女拉着她跑到君染住的偏殿时，容我先看看安圣公主。苏大少奶奶，奴婢瞧着公主这伤口与自行割出来的并无差别，您为何会觉得伤害公主的人是冲着皇后娘娘来的？这伤口一看下刀就十分果断且迅速，而安圣公主年纪还小，又十分怕疼，再如何有寻死之心，也不可能割出这样的伤口来。至于伤害安圣公主的人是不是冲着皇后来的，我也不敢保证。只是皇后现在也是我的病人，我得防着那种可能性。这时，寿安宫的长侍嬷嬷杜若领着一列的侍卫前来守在了门外。安圣公主情况如何？失血过多，但没有性命之忧。杜嬷嬷大松了一口气。正好这时，叶思把针盒取来了，楚宁就一边做缝合伤口的准备，一边吩咐望月准备东西。而杜嬷嬷让她带来的人后在楚宁周遭打下手，把除望月之外的其他医女全部都打发了出去，由外面的侍卫看管着。接着就让人把寿安宫的所有宫人全部都聚集到一处，准备逐一筛查审问。君莫易容成顾卿前来的时候，楚宁都已经要缝合完伤口了。皇后那边没事吧？叶想回去的很及时，寿安宫过去的宫女在他之后才到。那宫女我已经交由顾卿审问了。那就好。楚宁放下了心，就专心继续缝合伤口去了。君莫就一直站在他的身后看着，而杜嬷嬷审问寿安宫的宫人期间，发现少了一个人。找了一圈，最后在寿安宫内一处许久没人出入的储物间里，找到了一具已经死了有2、3天，都开始发臭了的尸体。朕安排在安圣身边的几个暗卫都死了，还死在距离寿安宫很远的地方，这很不同寻常。他们按理是不会同时离开安圣那么远的，可见这后宫远比我们以为的要混乱呢。你要不要带着你的宁宁姐早点回东宫？不用，我此次让自己毒发的目的就在引蛇出洞。若有人胆敢来对我跟宁宁姐出手，倒是正合我意了。只不过我事先没有料到那些鼠辈不敢对我出手，而是盯上了安圣，害他平白遭了这次罪。唉，别说你没料到，朕也没有料到。不过安圣的身世始终都是个问题，朕早就料到会有人拿来做文章了，早点解决了，反倒是一桩好事。君莫不说话了。安圣那母妃跟永华的母妃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安圣因为脸上的疤本就要比常人更加敏感脆弱几分，父皇母后担心他接受不了，才一直压着没有让他知道。冉冉，你终于醒了，还疼吗？母后对不起，儿臣错了，儿臣不该为了探寻自己的身世以及生母的消息而去跟来路不明的人接触，害得母后担心了。是母后错了，母后该早点与你说的。你口中的那人都与你说了些什么？那人说，我生母最初进宫的时候本是十分受宠的，却因不小心害母后滑胎了，而被父皇打入了冷宫。且他生下我之后，母后还把我从他身边抢走了，然后他就疯了。后来他因为太想我了，从冷宫里溜出来，闯入了凤仪宫，被母后发现后直接被处死了，还死得很惨。
你也快及笄了，及笄后就是大姑娘了，都能嫁人了。跟你还有你生母有关的那些事，也是时候让你知道了。不过，你得做好心理准备。那些陈年旧事啊，冉冉，你听一听就算了，不用往心里放。因为你从来凤仪宫那一天起，就是我的女儿，是我教你说话，教你识字，陪你学琴棋书画那些的。你那生母在生下你之后，就与你没有任何瓜葛了。她是她，你是你。你母妃虽然是世家大族的小姐，但她进宫本就是做女官的。先皇后过世后，她陪我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但我收她入宫时，就与她说过，不会对她有男女之情，只是她开口求了，我就给了而已。但我自认一直对她不薄，奖赏恩宠，从未短过她半分，还许诺了她，若是她哪天觉得后妃不是她想要的了，我随时都能放她出宫。可后来我与你们母后心意相通后，她却无法接受了，说她能忍受我一直把已经死去的女人放在心上，却无法容忍我再爱上活着的其他女人，屡次三番的与我闹，我也并未与她计较，还特意挪了更多时间去陪她安慰她。但她表面与我言和，背地里却算计你们母后滑胎了。姐姐过世那段时间，朝堂上、后宫里，甚至我们整个国家，哪儿都是一团乱。你生母在那期间帮了皇上很多，所以当时其实只要她低头认个错，我跟皇上都会原谅她的。但她极其嚣张的当众说，我若是再怀上，她还会再来一次。皇上这才一怒之下将她打入了冷宫。而她入冷宫之后怀上了你，也没让人通知皇上，瞒着所有人将你生下来之后，竟想要拿你喂恶犬，让皇上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喂恶犬？君冉满脸的不可置信加错愕，但他知道母后绝不会拿这种事情来骗他。多亏了冷宫无恶犬，他用他娘家人送到他手里的那些金银首饰收买的那个小太监，给他找去的呀，是一条很通人性的狗，宁可饿死也不愿意伤你一分。他可能是气不过，又实在自己下不去手，就用棍棒啊敲打死了那条狗。那狗临死前叫得十分的凄厉，叫声惊动了路过的冷宫的人，然后皇上才知道你的存在，赶去冷宫将你带到了凤仪宫。当时啊，你包裹在脏兮兮的旧衣服里面，不哭也不闹的，我一接过你，你就一直在我怀里蹭，小小的皱巴巴的，惹人怜得紧。我听皇上说你生母差点让你被狗生吃了之后，我就决定要把你养在膝下，绝不能让你再回到你生母身边。同时皇上对外宣布我已经怀孕数月，需要闭门养胎。半年后又对外宣布我诞下了一个小公主。但后宫人多眼杂，知道你身世的人其实不在少数。皇上不知处死了多少违背圣意还心怀不轨的长舌之人，才震慑的后宫里至今也无人敢提你的身世。原本你是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的，但我与皇上没有及时处死你生母的一念之仁，却最终害苦了你。听到这里，君冉立刻就想到了他脸上的疤。难道他的疤不是因为母后再度有孕时疏忽了他，而是他生母造成的？你生母逃出冷宫，扮作宫女潜入凤仪宫那次，是买通了你的奶娘。事后据你的奶娘供认，她身边的一个小姐妹在那期间被安排去了冷宫送饭，期间与你生母相识，被你生母装出来的私女乘机哄骗，缠着她帮你生母，让你生母来凤仪宫见你一面。你的奶娘啊，是抛下她自己的孩子进宫来喂养照顾你的，虽是她自愿的，可她也日日都惦记着她的孩子。被纠缠的次数多了，就信了你生母是真的想你念你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然后你生母呢，就在她的帮衬下
趁着晌午凤仪宫里的工人们换班之时，穿着他的衣裳，顺顺利利的进了你的房间。我那时候害喜严重，刚睡下就被你的哭声惊醒，赶过去时，你脸上已经满是血了。据太医们说，你生母是往你脸上撒了一种腐蚀性极强的毒粉，得亏当时因为我害喜严重，凤仪宫里一直都有太医候着，不然啊，等太医们从太医院赶到，你整张脸怕是都得毁了。母后，温岚的眼睛也瞬间就红了，轻拍着君然的后背安抚了几下，就开始陪着君然一起掉眼泪。就连边上一直没有开口说什么的太后也在拿着锦帕擦眼角。但此时站在后方的楚宁只是心里有万千的感慨，并没有如他们一般眼红落泪。原来除了楚家人，这世上还有着很多不配为人父母的人。之后父皇就把那个女人处死了吗？当时皇后带人赶到你房里时，你生母抱着你，把一把匕首横在你的脖颈间，叫嚣着要皇上立刻去见她，还说要皇上废了皇后，将皇后打入冷宫，并向她保证永远都不会再去见皇后。当时她情绪十分激动，整个人都疯癫得不似正常人了。她说那些话的时候，她手里的匕首都已经划破你颈间稚嫩的皮肤了。皇后急火攻心，当场就见了血，腹中的孩子就那么没了。闻讯赶去的暗卫怕拖到皇上来，连你也保不住，就直接出手杀了他，救下了你。事后皇上怀疑他手里的毒粉与他娘家有关，就把他的遗体送回了他娘家，并告知他娘家人他的所作所为。他父亲以教女无方为由引咎辞官，举家搬回了故里，并称往后你就是皇后的女儿，与他们家不再有任何瓜葛。至于他娘家人是如何料理他身后事的，我们就没有去打听了。皇上，几位贵妃娘娘跟殿下们还都等在寿安宫外面，您看……告诉他们安生已经醒了，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去，别来这儿凑热。之后皇上在几个侍卫的陪同下急匆匆地先一步走了，楚宁才走上前跟君莫并肩而行。毕竟他眼下在外人眼里还是顾青。叫他意外的是，他们出去时竟然碰上了君锦。当他们靠近君锦后，君莫突然发出了十分像顾青的声音：见过景王殿下。见过景王殿下。介意不说话？臣妇该急着赶回凤仪宫去给太子殿下施针，所以……那就这样说吧。本王昨日去驿馆看钟离时，听钟离身边的侍女说她病了，且那侍女还说钟离此前曾去苏国公府见过你，想让你为他医治，但你因为要为太子医治，没有答应。不知你能否给本王一个面子，抽空去驿馆为钟离把个脉啊？景王殿下的面子，臣妇自然是不能不给的。但臣妇眼下首要的任务是为太子医治，其次还要为今日受伤颇重的安圣公主治伤，实在是分身乏术。还请景王殿下先另寻京中的名医，去为钟小姐医治吧。有你在，安圣应该已经无事了吧？是。那等你此后空闲下来了，你愿意随本王去一趟钟离落脚的驿馆吗？自然是愿意的。那本王就不多耽搁你时间了，你快回凤仪宫吧，免得太子需要你时你不在。臣妇告退。楚宁说罢，与君莫一道快步往凤仪宫的方向走。走出了老远，还都明显能感觉到君锦的目光还锁在自己的身上。你跟老儿说完话，魂都要没了。我都磕好几声了，你才注意到，莫不是老儿生得比我好看？我是在琢磨，景王刚刚对我的态度，是不是想图谋我什么呀？哪来的什么魂都要没了呀？而且但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殿下你比景王要好看多了，我又不瞎。他肯定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然后让没了你医治的我早点去见阎王，所以你得离他远点。放心吧，我是肯定要治好你的，谁也阻止不了。
君莫心里狠狠一动，他觉得宁宁姐这是在撩拨他，但他偏偏说的正色凛然的，让他都不好去揣度什么。罢了罢了，来日方长，来日方长。他刚一进入他住的那个偏殿，他就倒向了楚宁。等顾青和无痕双双跑过来扶住他，问题不大，只是他强撑过头了，睡上一觉就没事了。顾青他们都重重地松了一口气。等把君莫安置到了床上，楚宁一转身就看见了正鬼鬼祟祟从窗户那儿爬进来的小白。拿起那块玉牌，用手帕仔细地擦干净之后，又走到一侧去清洗了一番，才递向顾青。要现在就让小白领你们去藏凶器的位置吗？还是等到晚上再说？先等殿下醒。1个时辰之后，苏问过来，把楚宁叫去了君然的寝殿中。本宫唤你过来，是想让你替本宫陪陪安生。我不想一个人待着，又不想母妃受累一直陪着我，所以难得公主不嫌弃我，愿意让我做陪，那我就陪公主说会儿话吧。竟是徐贵妃宫里的人，可见此前徐贵妃宫里的人胆敢来招惹殿下，也是有企图的。但当时殿下便嘱咐了无痕他们彻查徐贵妃宫中所有人的底细，却并未查出什么有问题的人来。殿下去寿安宫前交由属下审问的那个宫女身上藏了毒，属下审到一半，她就死了。你事先都没有发现她身上有毒，她是藏在何处的？指甲缝里。属下对她用完宰刑后，刚用针刺进她指甲缝，她就死了。还到那一步都没有自行了断，看来也是个前朝的疯子。唉，阿庆，你说这都过去几百年了，前朝的疯子怎么还一直都出不尽？他们是不是血脉里就自带疯病？这顾青答不上来，但他其实也有那种感觉。而后君莫又不说话了。过了片刻，顾青又故自起口禀道：今日袁公公奉皇上的命令，亲自领着人去仔细彻查了各位贵妃娘娘宫中，徐贵妃宫中也查了，但一无所获。今夜阿金，你亲自跟这小东西去徐贵妃宫中走一趟，看能不能在找到凶器的同时，把那伤安生的人给揪出来。是。那人本事不小，此前我们东宫的人没有把他揪出来，今天他动了安生，搅得整个后宫都不得安生，也仍旧安然无恙，免不了会心生得意，得意了就会大意，肯定会露出破绽。不过你跟这小东西过去后啊，还是需多小心，本宫可不想为了逮出一只臭老鼠折损了你。是，殿下请放心，属下一定会顺利拿到东西，再揪出那只老鼠来。国公爷，二少爷今日没有出府，一直在书房里看书。侄儿可只有3天时间，今天究竟什么也没做。国公爷让属下查的是，约莫6、7天前，二少爷确实跟二夫人还有二小姐一起去城内观音庙上过香，而当时他们也确实在观音庙里遇到了一位高僧。那芝儿身上是不是也有符运？如是那般，那芝儿再娶了能够影响他们苏国公府运势的楚宁，只要他好好栽培一番芝儿，未来他们苏国公府不就能如他期盼的那般永久昌盛兴旺下去了吗？国公爷，就属下所知，国师一直与太子来往颇深，归远大师是国师的师傅，会不会？不会。苏敬周没等凌绝把话说完，就重重地打断了他的话，仿佛凌绝再多说一个字都是对归远大师的亵渎，因为归远大师可是他们东城国最德高望重的高僧了。你说归远大师在路过观音庙的时候，掐指算出了祭清方丈即将圆寂，才进观音庙的。那祭清方丈现在如何了？祭清方丈今天下午圆寂了。风儿此时人在何处？大少爷今日一直在楚英小姐那边。有探到元素在京中何处吗？还没有。继续去探。凌绝应声退下之后，苏敬周再去看面前的饭菜，突然就觉得胃口大开了。而他不知道的是，他这几天心心念念的元素，此时人在辅国大将军府里。我今日不是以太和国摄政王的身份登门的，而是以我个人名义来访。那不知元兄今日登门的来意是？不瞒楚兄啊，我在前来你们京城的路上，就已经听闻了许多跟楚营有关的事，且也已经核实过那些事情的真假了，所以我今日唐突的不请自来，是想当面听你们说一说有关那楚营的事。既然元兄已经打听到了很多事儿，
且已经核实过那些事的真假了。另外，为了一己私欲，杀了不少人呐。元凶此后若想带他离开我们东陈国，回你们太和国，只怕不会太容易。因为他杀的其中2个人，乃是我长子、次子的未婚妻，我们不会善罢甘休。莫要因为爱女心切，就助纣为虐来针对我们。助纣为虐那种事，我是不可能做得出来的。且即便她真是我女儿，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不会纵着她，只会替她弥补，再让她悔过。但袁素迟疑着，没有把她真是我女儿吗这句疑问说出口，但楚离安已经敏锐地听出来这层意思了，立刻就问他道：你不确定她是不是你的女儿？但此前送到我手里的手链确实是我女儿的，且那手链还是我亲手所做，当今世上绝对找不出相同的来。来的路上，我已经看过不少楚莹的画像了，她与我夫人极为相像。那她应该就是你女儿了吧？袁素摇摇头，没有说话。从相貌来看，那楚莹确实是很像她的囡囡。无论如何，元凶此后应该都会与楚莹滴血验亲吧？那不知元凶的人有没有查到过我们此前让楚莹跟她身边的高妈妈滴血验亲过？有，但我认为那高妈妈当时只是为了把罪责都揽到她自己身上，才故意说她是楚莹母亲的。而他们的血液能相融，应该是在滴血验亲的过程中出了什么纰漏吧，毕竟他们相貌毫无相似之处。高妈妈在那个时候说出她是楚莹的生母，的确有揽罪上身的嫌疑。然后我们一直也在怀疑高妈妈跟楚莹是母女这件事的真实性，直到楚莹是元凶你的女儿这件事在京中传开之后，我们才认定了高妈妈跟楚莹绝不可能是母女。因为在元凶你大张旗鼓地找寻你妻女的那些年里，我曾看过你夫人的画像，但高妈妈跟楚莹滴血验亲那件事是我母亲身边的心腹做的，绝不会有纰漏。也就是说，楚莹就算不是高妈妈的女儿，她也有可能是高妈妈的近亲。另外，我特意去询问了几位太医，他们说呀，这世上有一些人的血十分的特殊，与任何人的血液都能相融，所以我想提醒元凶一句，不要太过于相信滴血验亲的结果。多谢楚兄提醒。然后大半个时辰后，宫中君莫就收到了袁素去过辅国大将军府这一消息。此人身手十分了得，且武功路数也十分诡异，属下半分都没有松懈，也无法在不惊动将子宫旁人的情况下将他拿下。然后属下准备按殿下的吩咐撤退之时，太子妃的那条蛇突然窜出来给了他一口，他几乎是当场就倒地不醒了。属下情急之下，把太子妃此前给的解毒丸喂了一颗到他嘴里，但用处似乎不大。宁宁姐的解毒丸都拿那小东西的毒没辙。宁宁姐是个夜猫子，你去安胜那边看看宁宁姐睡了没有，若是没有，让她过来看看这人还有没有抢救一下的可能。是。你再顺路去幕后寝殿那边把袁公公叫来，后宫的人他最了解，他应该知道什么人，最清楚此人的底细。再一次应罢之后，顾青看了君莫小一会儿，确定他没有其他吩咐了，才转身退出去。而后不到半盏茶的时间，袁公公就来了。他只看了地上的嬷嬷一眼，就冲君莫道：哎呦，太子殿下，此人是将子宫的秋桑，算是徐贵妃跟前的红人了。您怎么把他给抓来了？他就是伤了安胜的人。什么？他就是？那太子殿下此时唤老奴前来，是想知道他的底细吧？老奴只知道秋桑是宫里的老人了，进宫少说也有30几个年头了。然后他是10几年前凑巧救了落水的三皇子，才被徐贵妃收进将子宫的。若太子殿下还想了解得更加详细，就得容老奴去找人问询一番了。而他前脚刚从君莫的房间离开，楚宁随后就跟着顾青进了君莫的房间。脸色都已经变了，就不回来了。
你那小东西毒性这么强，顾青当时都立刻给他服了你的解毒丸了。余年师伯以前应该跟你说过，你的血剧毒无比吧？起初那半年，他都不敢徒手触碰我的血，且在他来为我医治之前，但凡是触碰了我的血的暗卫太医那些，最后身上都落下了不少疤。我的血应该跟你差不多，但小白喝了好几年我的血，都一点事也没有，所以先别让外人知道此人死了。还有他那装匕首的盒子上的花纹有点意思，让人去查一查。殿下身子还虚着，怎么现在都还没有睡？你不也没睡？殿下的身体能跟我比吗？而且我是前面陪着安圣公主睡得太早了，都已经醒来了。安圣情绪稳定下来了吗？差不多了。我给他房里熏了能安抚情绪的香，又给他扎了几针，再加上她本身就是一个很坚强的小姑娘，应该已经没有大碍了。那你再去睡一会儿吧。我会到现在都还没有睡，是因为父皇丢了2大堆奏折给我，还说我不帮他批完，他就要把你扣在宫里。朕今天一下早朝就被徐贵妃拦住了，他闹着要朕派人去把叶儿找回来陪他。叫儿臣帮父皇把老三抓回来吗？皇上迟疑地点了一下头。老三那个缺心眼儿的，这一次出去四处游历都大半年了，也该回来了。当天傍晚，袁素即将抵京的消息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饶是皇上已经知道袁素早就在京中了，也还是安排了很多人出京去迎接。苏敬周就在被安排出京相迎的官员之中，他带着苏应之在城门附近下马车的时候，立刻就引得前来围观的百姓们激烈地议论了起来。而等袁素的马车在距离他们10余米远的位置停下之后，身着太和国朝服的袁素才刚步出马车。末将奉皇上的命令前来迎接摄政王殿下前往清河宫落脚，并告知摄政王殿下，明日太子殿下会代替皇上随您前往苏国公府与爱女相认。楚宁不是都已经把你的脸给治好了吗？我也以为他已经把我的脸给治好了，可自从我把他此前给我的药用完了以后，我脸上就又开始冒痘痘了，还越冒越多，且出痘的速度比以前都还要快了。我早就想找他问问清楚了，但祖母一直拦着，让我等等哥哥你跟莹儿姐姐的婚事敲定下来之后再去找楚宁那个丑八怪。我也按祖母说的忍了许久，可这2天我的脸实在痒得厉害，我有些忍不下去了。哥哥，你能不能带我去宫中？他不是丑八怪，是你嫂子。你想让他继续为你调理皮肤，往后就得对他客气点。哥哥，你这是怎么了？连你都被楚宁那个丑八怪蛊惑了吗？什么蛊惑？你要是没被那个丑八怪蛊惑，怎么可能跟我说这种话呀？你以前可比我还要瞧不上那个丑八怪。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此前帮莹儿把脉开方的那个大夫，医术似乎是挺好。回头啊，我把他找来府里，让他也给你瞧瞧。可除了楚宁，旁的大夫都完全不懂调理皮肤这一块啊。那也不代表这世上只有楚宁一个人能调理好你的皮肤，试一试总是没有损失的。而此时，清河会馆里，袁素翻看着手下给他的一堆画像，眉头是越拧越紧。那些都是楚宁的画像，明明他脸上的疤存在感强烈到都让人不容易注意到他五官的好坏了，但自己莫名的就是觉得他眼熟。王爷可是也觉得这楚宁有几分面熟啊？你觉得他面熟？末将拿到这些画像之后，看第1遍的时候只记住了他脸上骇人的疤，但末将再仔细看第2遍的时候，就莫名有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了。然后末将仔细反复的把这些画像看了好几遍，才发现他的脸型眉眼都像极了夫人啊。殿下，找到太子妃要的人了，只不过还要几天人才能到京城。你去问问宁宁姐要不要看那母女俩的遗骨，说她要看，你就连夜让人送进宫里来，明天一早给她看。你以后能不能娶到楚宁都还是个未知数，现在就让你身边的人唤她太子妃，是不是太早了些？父皇，你是恨不得儿臣娶不到宁宁姐，打一辈子光棍是吧？儿臣东宫的人只会在儿臣面前唤宁宁姐为太子妃，绝不会在外人面前这般唤的。公主不用害怕，那母女2人也是可怜人，且明天我看完就会让他们立刻送出宫，不会吓着公主的。
我倒也不是害怕，就是有些好奇，你看那母女俩的遗骨做什么？但我又什么都不了解，怕问了使你为难，所以……通过遗骨是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的，比如死因，还有死亡时的年龄，死去了多少年等等。这样啊，你可真厉害。翌日清晨，永华公主府里，太子殿下要今天下午才会陪同太和国那位摄政王去苏国公府。那就把我也会去苏国公府凑热闹的消息也放出去吧。此时宫中，楚宁正在很仔细地看那母女俩的遗骨，叶思叶晓全程都在边上看着他。等他微微蹙着眉，停止了继续观瞧。小姐，看出什么来了吗？这是元素妻女的遗骨吧？十有八九是。那要带去苏国公府吗？天下难道不是去看热闹的，而是去搅黄他们父女相认的？他们本就不是父女吧，但我们确实只是去看热闹的。京中那几家名气跟客流都排在前几的酒楼茶馆中，所有人都在激烈的议论君雪蕊今日去苏国公府会不会做什么。小的无忌见过叶王殿下，小的呀是奉太子殿下的命令前来助叶王殿下离京的。大哥知道我要离京啊？是啊，我们殿下还知道叶王殿下您想去江南找三皇子殿下，我们殿下给小的下的命令是叶王殿下您想什么时候出京，小的就什么时候送您出京，然后出京之后一切听您的吩咐，等把您安全的送到三皇子殿下手里了，小的再回来复命。那本王若想现在出京，你现在能越过本王母妃的人，把本王送出京城吗？能呀。不瞒叶王殿下，小的来这儿见您之前，已经让人把贤妃娘娘安排来保护您的人全部都给引开了。好，太好了，不愧是大哥的人。那你现在就带本王出京吗？你什么时候认识的灵犀公主？祖父如此问，是怀疑今日我救下灵犀公主于事，是我与灵犀公主事先串通好的一出戏。你进来才刚习武，哪来的能力从歹徒手中救人？祖父说的没错，以我目前的身手，确实还没有能力从歹徒手中救人。但祖父应该也知道，有时候武力不够，还能靠智取。更何况祖父应该也知道，灵犀公主此番乃是初次入京，而我从不曾离过京，根本没有机会结识灵犀公主。不瞒祖父，我虽是智取救下了灵犀公主，却发生了一些意外。什么意外？祖父，我若能娶到灵犀公主，就能扭转我们苏国公府的名声了吧？且先不说你能不能娶到灵犀公主了，这灵犀公主下嫁，肯定得为正妻。楚宁那边能同意为妾？若孙儿能说服她同意，你若能说服她同意，我马上就替风儿做主给她和离书，也会立刻把我早就已经拟好了的那道请封你为世子的折子呈上去。那今日他若是有陪同太子回来，我就去设法说服他点头。倘若等下楚宁有跟太子一起回来，我会让人带他来见你。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不搭理你的救命恩人呢？而且我们可是马上就要订婚的关系了，我还准备订婚后直接跟你完婚呢，好留在京城。不是指假订婚吗？还要假结婚的呀？本来是只打算假订婚的，可你都碰到我这里了。宫灵儿拿手指着自己的胸前，苏应之惨白的脸上瞬间浮上了几抹红晕。他因为受了箭伤，抱着他上马的时候没有稳住身形，直接跟他一起摔倒在了地上。公主若非要我负责，那我肯定得负。但公主，你想好了吗？你真的要嫁给我吗？我们可才认识几个时辰，而且你祖母康和大长公主会同意吗？祖母很疼我的，只要是我真正想要的，她肯定会同意的。至于嫁给你这件事，来日方长，我以后再慢慢想吧。反正眼下你得对我负责。君莫跟元素都还没有到，君雪蕊就由人搀扶着下马车就了座，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抛着媚眼撩拨苏应风。好哥哥，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无聊得很，你来与我同坐可好啊？还请公主自重。自重是何意？哥哥，你来跟我解释解释呗。
苏应风磨了磨牙，君雪蕊却莞尔冲他笑得妩媚惑人，看得周遭百姓是瞠目结舌。知道我是你大哥，看来还没有疯到脑子里只有男人的程度。大哥这话什么意思？大哥明明知道我虽然有很多男人，可他们全部加起来，在我心里都没有大哥重要。我是说，你可以再疯一点。大哥，你是不是精神不济，少说了几个字啊？君莫斜了他一眼，他才精神不济，自己出门前刚得宁宁姐施了针，这会儿精神好着呢。而君雪蕊赔了个笑脸，又问：大哥想说的是，我若想得到苏应风，可以再疯一点，对吧？君莫没有搭理他，只继续斜睨着他。君雪蕊便当他是默认了。我刚刚才只说了那么2句话，就听见有人说我把皇室的脸都给丢尽了。大哥，你就不怕我再疯一点，把你跟父皇的脸也都丢了呀？脸能当饭吃？那回头父皇要是再罚我，大哥你可得帮我。上次我已经帮过你了。什么时候啊？你猜？琼华，你要记牢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所有兄妹中，谁都能恨父皇，怪父皇，但你不能。为什么？君雪蕊问得万分委屈，但跟上次一样，君莫没有回答他。恰好此时，袁公公的人把滴血认亲的东西准备好了。楚大将军，你们父子4人可是来晚了一步啊！楚莹小姐已经跟太和国的摄政王当众滴血验亲过了，结果如何呀？血液相融了，楚莹小姐是肃王殿下的女儿，没跑了。父亲、大哥、二哥、三哥，莹儿以前是做了很多错事，但莹儿以后一定会好好悔过弥补的。而莹儿眼下虽然已经寻到了亲生爹爹了，但只要你们还认莹儿，那你们永远都会是莹儿最亲的家人。那我就当众问一句，我们认你还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父亲，这问的是什么话？我做了那么多错事，都害得姐姐跟你们彻底决裂了。现在只要你们愿意认我，就已经足够了，哪里还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什么？那我们若是认你，你大哥、二哥还有你3哥，能娶妻成家吗？楚莹心下微微一颤，瞬间整个人都被一股不妙的预感给笼罩住了。难道当年的事他们查到眉目了？你到底也喊了我那么多年的父亲，而今日也算是你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天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英杰过往与我们交情不浅，如今时隔数年再见，你为何如此怕他呀？看来你已经猜到我给你的大礼是什么了。楚莹霎时惊恐到眼睛都睁大了几分，那棺材里面还真是范迎秋的尸体。父亲送给我的大礼还真是这副棺材。父亲明明最清楚我胆子有多小了，为什么要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送一副棺材来吓唬我？难道父亲非但半分都没有原谅我，还恨不得杀了我，将我塞入他的棺材中去？太子殿下，末将想请袁公公再主持一场滴血验亲跟滴骨验亲。准了。袁公公连忙让他身边的小公公去做相应的准备，而周遭的百姓们再一次爆发了十分激烈的议论。有劳袁公公随便找2个人跟楚莹滴血验亲。随便找2个人跟楚莹小姐滴血验亲，楚大将军这话是何意啊？等下袁公公就会明白了。怎么会呢？我们跟楚莹小姐怎么也有血缘关系？是不是你让人在水里做了什么手脚？楚莹小姐若是信不过咱家，大可自行去准备水和碗来，多找几个人与你滴血验亲试试。爹爹是看了我让人送去给爹爹的信物才来见我的，且我也与娘亲生得一模一样，爹爹应该……信物有遗失的可能，而当今世上容貌相似的人数不胜数。爹爹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爹爹不查一查袁公公有没有让人做手脚，就直接信了我的邪，与任何人都能够相容，所以不一定是你的女儿了吗？袁公公今日是代表东陈国皇上站在这里的，
他的言行举止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两国的邦交。我不认为东陈国的皇上会冒着影响两国邦交的风险来使坏，阻拦你我父女相认。故而你的血既然与任何人都能够相容，那就确实需要用别的方法来确认你是不是我女儿了。距今15年前，你在遇到楚大将军夫妇的前一夜，你遇到过一个容貌几乎跟你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对吧？听得这话，袁素第一时间就看向了楚宁。还请细说一下。我之前机缘巧合的遇到过一个当年跟楚营同处一个难民群的人。据他们说，在楚营遇到楚大将军夫妇之前，曾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模样、身高、年龄都与楚营无二的小女孩进到过他们之中。当时那妇人已经病入膏肓到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她想找一个好心人托孤，最后她也顺利在那个难民群里挑选到了一个值得信任的好人。然而在他把他女儿支开单独交代那人事情的时候，他女儿却被楚营诬陷，放火烧了他们的粮食衣物。你放屁！我当年根本就没有遇到过你口中那对母女，你别在这儿胡编乱造污蔑我。我也是道听途说来的，既然不是真的，那你就当个故事，先听我说完吧。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证明你是肃王殿下的女儿，不是吗？楚营噎了噎，既然是污蔑，那真正放火烧了粮食衣物的人就是楚营了。但当时那群难民在那之前经历过数次骚乱，付出了十分沉痛的代价，在好不容易才调和到了上下一心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就只会相信自己人了。而当时他们的粮食本就已经所剩无几了，眼瞅着寒冬将至，面对粮食冬衣全部都被烧毁了的噩耗，好些人都失控了，不管不顾地把那母女二人给绑了起来，要在有心之人的挑唆之下，用石头把他们母女打砸得头破血流。说到这儿，楚宁略作停顿，转头迎上袁素一直盯在他脸上的目光，往下说道：据说那期间那妇人一直在哀求那些难民放了他的孩子，说他的孩子绝对不可能做那种事情。而那小女孩也没有喊痛，一直在大喊我没有做，你们别打我娘亲，我娘亲生病了。但直到他们母女俩都因为失血过多晕死过去，才有一些已经从愤怒中冷静下来的妇人小孩过去护着他们，制止了男人们继续伤害他们。但是那些男人们怒火未消，不肯给他们松绑，然后当晚有人趁着旁人睡着之后，把还在那昏迷之中的母女二人给活埋了。据那人说，那母女二人被活埋之后，因为被埋得不深，没有立刻死，只是声音十分微弱，甚至后来那小女孩的手还从泥土中伸了出来，但楚营冲过去把她的手踩回了泥土之下，还在他们上面反复踩踏蹦跳了一通，直到下面再无任何声音跟动静才停下来。狗日的，楚营当时不是才5岁左右吗？都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怎么能那么恶毒呀？而且那母女二人也没有招他惹他呀。就我所知，送到你手里的信物此前并不在楚营身上，也并非楚营送到你手里去的，所以不出意外，你妻女的仇人不止楚营一个。他们跟楚营我就先带走了。楚营身上的事情还没完，你若想带着你妻女的遗骨先回到清河会馆，此后我会亲自将她送到你手里去。等袁素抱着那箱子带着一身肃杀之气离开之后，我有些乏了，楚大将军，你们速战速决吧。袁公公应该还认得英杰吧？有劳袁公公帮英杰跟那棺材里面的遗骨做一个低骨验亲。融进去了，不知这棺中是谁人的遗骨啊？小妹迎秋。这么说来，令妹当年不是与人私奔了，而是遭人谋害了。我祖父已经找大理寺的仵作验过尸了，小妹的死亡时间约莫就是她当年失踪的时间，且她的死因是从高处坠下，全身粉碎性骨折，生生痛死的。就算你妹妹不是与人私奔了，而是遭人陷害，那也与我没有半点关系。你这般看着我作甚？替你办那些事的人很厉害，但你以为他真的没有出任何纰漏吗？且你以为我们要是没有证据，会在今天把迎秋的遗骨搬出来吗？二哥，你别叫我二哥，我担不起，也觉得恶心，恶心的想吐。就算我们不是亲兄妹，可这么些年我对你不好吗？祖母、母亲、父亲、大哥还有老三，甚至是我们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对你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如此来害我们呢？且你害我们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伤及无辜呀？明明迎秋在与我订婚之后也一直将你视作妹妹，你怎么下得去手就将她推下悬崖？她是那么怕痛的一个小姑娘。二哥，你不能在没有任
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我，杀人是犯法的。救命啊！救命啊！顾青相当无语地拦下了明显已经因为愤怒失去了理智的初恋。这边一众看客都从激烈议论莫名过渡到相约去开赌局了，袁公公就示意顾青安排人给楚莹上了枷锁镣铐。不要，放开我！我可是京中第一美人加第一才女，我可马上就要嫁给凤哥哥，做苏国公府的世子妃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凤哥哥，救我！我们昨晚可都还在抵死缠绵呢，我还为你怀过一个孩子，你不能不管我呀，凤哥哥！凤哥哥！苏应风猛地握紧拳头，那世子妃3个字，还有楚莹说的那些话，让他刚刚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出面替楚莹说几句话的念头，瞬间就消散了。儿，你是不是还要随太子殿下进宫？侄儿今日救灵犀公主，受了险些致命的重伤，你能不能先回府去为她瞧上一瞧？楚宁听得微微蹙眉，苏敬之受了险些致命的重伤，可那不是一场事先安排好了的英雄救美戏码吗？太子殿下，我们苏国公府近来诸事不顺，若是这个节骨眼上，侄儿再有了好歹，老臣怕是会撑不住啊。而老臣年纪大了，若是没有扛住病倒了，就会有很长时间无法替皇上跟殿下您效力了呀。所以还请太子殿下准许您儿回府，为侄儿医治一番后，再随您回宫。苏国公，你过往那般轻视苏应之，如今却重视他，到为了他来威胁本宫的地步了。看来下一次你递到本宫父皇面前的请封奏折上写的就会是他苏应之的名字了呀。如果你愿意，我就能帮你重回之前的风光。他心下微微一动，好半晌才反应过来，跟君学蕊拉开距离，并满脸嫌恶地瞪向君学蕊。但君学蕊全然不在意，反而冲他笑得很开心，然后他一直维持着那样的笑，在周遭百姓的议论声中走了。这个时候，带着枷锁镣铐的楚莹已经连哭喊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流着眼泪巴巴地看着苏应风，盼着苏应风能够再看他一眼，但苏应风始终都没有再看向他。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苏应之的房中，苏敬周让楚宁自己进去之后假意离开，实则绕去了苏应之隔壁的房间偷听。但楚莹一进去就直接叫苏应之脱了上衣，让他检查伤口，紧接着他又让叶思从清风院取了一些药回来，给苏应之清洗了伤口，重新上药。完事儿他才屏退了叶思叶想，轻声冲苏应之说：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养好，也才刚刚开始习武，下次再遇到那样的事情，可别再去逞强了。我不希望我辛辛苦苦治好的病人因为意外白白丢了性命。可我要是见死不救了，姐姐不会觉得我人品不行，不再与我来往了吗？不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你又还不是朝廷官员，没有保护黎民百姓的义务，只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命就行了。我听姐姐的。难得姐姐今日回府来了，我有一件事想问姐姐。你问吧。姐姐，你此前说过，你只要能跟我们大哥和离，不论什么事都愿意做，不知那话还算数吗？当然算数，我现在做梦可都还想着能顺利拿到和离书，实在不行的话休书也成。那我若是能助姐姐拿到和离书，姐姐愿意与我演一出戏吗？你且说说要怎么演。与我假成婚即可，而婚后姐姐你只需要从清风院搬来我们院中，当然我会另外为姐姐准备卧房的，绝不会用夫妇的身份强迫姐姐你做任何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等我如愿成了世子，再足够有能力了，姐姐你什么时候想离开，我就能什么时候给你一封和离书还你自由。只不过在那之前，姐姐你可能会受非议编排。非议编排我倒是不怕，毕竟我早就已经受够了，不会再受到任何影响了。只是婚姻到底不是儿戏，你如此为我考虑，我有些过意不去。说到这个，我正好还有一件事要跟姐姐说。今日我救灵犀公主时，不慎与她有了些身体接触，她非要让我娶她，我可能得在跟姐姐假成婚的同时把她真娶回来，还得委屈姐姐你与她为平妻。所以姐姐完全不用过意不去，因为我那般帮姐姐，自身其实也没有任何损失，全当是报答姐姐治好了我跟我母亲的恩情吧。
那，姐姐要是愿意，我稍后就去跟祖父说，顺利的话，可能说完就能从祖父手里帮姐姐拿到和离书了。那好吧，就按你说的来。姐姐，你前面说太子还在外面等着你，那你快去吧，我休息一下就去找祖父。不用急于一时，你还得先好好休养。苏应之按照先前定好的剧本说完最后一句，就起身走了。而他前脚一走，苏敬周后脚就从隔壁进了苏应之的房中。祖父明鉴，在楚宁对孙儿无意的情况下，孙儿只能那般来诱使楚宁点头，但孙儿可以跟祖父保证，等楚宁跟孙儿签了婚书，搬进了孙儿院中，孙儿一定会尽快设法把生米煮成熟饭，让他离开不了。请封你为世子的奏折，我已经让人送到宫里去了。虽然很有可能会被驳回来，但……顿了顿，他又从袖中拿出了一纸和离书跟一纸婚书。这2样东西我可以先给你了，你得在把和离书给楚宁的同时，让他签下婚书，以免旁生枝节。苏应之压着内心的激动，伸手接了过来。他与楚宁刚刚的对话是按照太子的意思安排的。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苏应之还觉得成功的几率不大。但太子说，像他们祖父这样生性多疑的人，有时候反其道而行才能成事。太子还说，今日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东宫的人一步步促成的，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绝对不会出纰漏。谁想，竟真就没有任何纰漏的顺利达成了。有道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劝你还是赶紧把你做过的那些事情都一五一十的全部说出来，不然啊，今天有你受的。三哥，你救救我！我是做了一些错事，但我没有伤害过元素的妻女啊！他们不能这样对我，三哥！三哥，你别走啊，三哥！宁儿，你等下随太子殿下进去见到肃王殿下了，能不能让他给楚莹一个痛快些的死法？楚莹都还没有承认，他害死了肃王的妻女，更没有供出是哪些人帮着他害死了楼范两家的小姐。你要是心疼他，不如去劝劝他，赶紧全部招了。我不是心疼他，我只是有些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你可以走的，没有人强迫你留在这里听。宁儿，这一声于静书喊的是伤心欲绝，喊完眼泪就刷刷刷的往外冒。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了。我们之所以会走到今天，也全都是因为楚莹，而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乎你。你真的不能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不能，请楚夫人往后别再喊我宁儿，否则我会考虑改名换姓。于静书心里狠狠一痛，随即又是一阵咳嗽。楚离安帮他顺了好一会儿的背，他才止住了咳嗽，但已经有些站不稳了。楚离安就劝他先回府去，但他摇摇头，执拗地看着楚宁，想再与楚宁说点什么。可元素的房门正好在这个时候开了。君莫看了一眼门内明显是哭过了的元素。你头上这只金簪是哪儿来的？我的金簪？说是我师父给我的，说是我师母的遗物。你莫不是认识他那簪子？难道他那师母是你们太和国的人？你还认得？我夫人也有一只这般的金簪，而她的所有姐妹都会在及笄的时候从她们母亲手中拿到这么一只金簪，所以不出意外，楚宁的师母很有可能就是我夫人年纪最小的妹妹。令夫人那位年纪最小的妹妹长得与令夫人像吗？你没有见过你师母的画像吗？我师拜师那天被师父带去祭拜师祖们的时候，看到了师母的牌位，才知道师父有过一位夫人的。但那之后师兄们都提醒我以后不要轻易提及师母，我也就没有再提起过，一直到我体内的毒解了一个8、9成，能够回楚家了，师父才在送我出谷的时候把师母的金簪给了我，说师母曾经告诉他那金簪是要传给长女，然后一代代传承下去的，而他不会再娶，不会有女儿，就把身为他唯一女弟子的我视为女儿了，让我替他帮师母传承下去。我虽只与我夫人那最小的妹妹见过几次，但她是我夫人那一众姐妹当中
容貌与他最为相像的。难怪当初我脸上的伤愈合到一定程度之后，师父总是看着我走神了。冒昧问一句，你脸上这疤是除不掉吗？他天生丽质，又有一手绝顶的好医术，那些疤一点都影响不了他的美貌和才华，除不掉也没有任何影响。啊，抱歉。楚宁全然不在意地摇了摇头，又看了君莫两眼，然后就把差点就要说出口的回答给压下去了。虽然他脸上这疤是他回京之前他师父提的条件之一，但现如今他都已经跟楚家划清界限了，也已经跟苏应风和离了，也就没有再留着的必要了。王爷，皇后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审了。我可以如实回答，但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经历了刚刚那么一通，他已经怕了，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不可能有活路了，所以他想死得痛快些。才这程度你就怕了？也不知道你是哪儿来的胆子，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俗话说得好，好人不长寿，坏人活100年。你虽然是活不到100年了，但也暂时死不了。我们会让你把我们夫人小姐生前的遭遇经历个千八百遍的，再送你下去当面跟我们夫人小姐赔罪。赶紧说，不然就先去那坑里埋上几回再出来说。遇上那对母女的那天早上，我们那群人中的大人因为粮食所剩不多了，再商量要不要先撇下一些妇孺老人，等之后找到了愿意结契帮助我们的人，再回头来接。当然我会知道是因为我跑去偷听了。当时我们之中有一个神婆，她很坚定地说，不出2天我们就会遇到能帮助我们度过那个难关的贵人。她的话总是很灵验的，相信她的人很多。然后当天傍晚我们就遇到了那对母女，她们虽然浑身是伤，也跟我们一样穿得破破烂烂的，但那个女人说，她只要能从我们之中找到一个能帮她把女儿送回她夫君身边的人，就会把她藏金银细软的地方告诉我们，助我们去找一个风调雨顺还富庶的地方买地安家。查看到那个小女孩的一瞬，我就觉得她很像我，我想过以后能跟她成为好朋友。可那个女人要找人把她送回她父亲身边，高妈妈就跟我说，我要是不想她离开，可以想办法把她留下来。然后我在高妈妈的暗示下，趁大人们都在谈论那个女人的话可不可信时，去放火烧了剩下的粮食，跟佣人统一放起来的冬衣。他没说实话。前世他可不是这样跟自己说的，几乎是楚宁那5个字一出，他们所处的房间温度就突然降了好几度。来听！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都条件反射的剧烈抖了起来。但还没有等他开口说什么，雷霆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拽上他的头发，不顾他的喊叫就把他拖了出去。接下来又是一通的反复被埋，且不知是不是楚宁给他喂的那些药效果太好了，这一次反复被埋的次数明显都已经超过上一次了，他状态比先前还要好，以至于到最后他身体都还没有撑不住，精神就已经先崩溃了。雷霆是在他被放出来透气的时候都迟迟不知道呼吸了，才又再一次把他从坑里拔出来的。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会如实说的，不要再瞒我了，不要再瞒我了，不要再瞒我了。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小女孩，我就很讨厌她。她明明跟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也穿的跟我一样破破烂烂的，且她身上还有伤，却开朗活泼的，让所有人一见到她就都很喜欢她。他还用甜腻到令人作呕的语气喊那个女人娘亲，而那个女人明明都因为她身上的伤病到快死了，却会十分温柔地笑着冲那个小女孩说，楠楠别怕，娘亲在，一直都在。明明我跟她就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她有那么温柔那么好的娘亲，我却没有？为什么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在讨好大人们了，却总是有人嫌弃我、讨厌我、针对我？一旦他一出现，还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获得了所有人的喜欢，
甚至就连那些过往一直都很自私自利，甚至是刻薄歹毒的人，都在当时说了，等那个女人挑出她满意的人选后，会帮着她把孩子送回她夫君身边，让她放心。我不喜欢像是受到了老天爷特殊关照的他们，所以我不想让他们称心，我想要他们母女被所有人讨厌、嫌弃，甚至是针对。所以我去放火，烧毁了我们仅剩的粮食跟为数不多的东西，因为我知道那肯定能激怒所有大人们。虽然唆使那些大人们把他们母女绑起来打砸的人不是我，但我在跟着大人们朝他们母女扔了几块石头之后，心里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同时我还想直接就那么砸死他们。所以我告诉了高妈妈，是我玩火折子的时候不小心烧毁了冬衣粮食，请高妈妈杀了他们母女，帮我把事情遮掩过去。又在高妈妈唆使的人去活埋他们母女的时候跑去旁观了，当时他们母女俩已经虚弱到都没有力气从那个活埋他们的坑里爬出来了，但那个女人一直在哑着嗓子求活埋他们的人放了她的女儿。我不记得自己的娘亲，但我既然被抛弃了，那我的娘肯定不曾那般爱过我，所以我讨厌她，讨厌她在看见一只小手从土里伸出来的时候，想也没想就冲过去，用力把它踩回了土里，甚至还反复在那上面踩踏了好久，直到高妈妈来把我抱走。隔天早上有人说那母女俩逃了，那些大人们怒不可遏地一直在大声叫骂，但没有人去追去找，似乎他们都觉得他们逃了也挺好，那样他们手上就不用沾上人命官司了。但他们在打砸那母女俩的时候，可也是半分都没有手下留情的。所以肃王殿下，你不能只冲着我一个人报仇啊，你得去把那些人都抓来，绑着反复打砸，才能算是彻底为你妻女报了仇。我说完了，你们能不能给我个痛快啊？最后这一句，楚莹是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问出口的，她是真的宁愿死，也不想再去经历那种濒死的感觉了。奈何她问完之后，元素久久都没有开口说话，只拿一双红到几乎要滴血的冷厉深眸死死地盯着她，似乎是想用目光将她千刀万剐。你想死倒也不难，把你背后的人全部供出来即可。我背后的人，令妈妈，除她之外的，别的我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从高妈妈把令妈妈引荐跟我开始，我就会习惯性的找令妈妈帮我解决麻烦，但是我从来就没有问过令妈妈是如何解决掉那些麻烦的，更没有问过她手里有多少人，又是哪些人。而我从思过庵里出来后，还一次都没有见过令妈妈呢，都是明星替我去找令妈妈传话的。楚莹还得作为鱼饵来钓大鱼，苏王，你可得沉住气，别一个没忍住就把人弄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我5岁就懂了，不需要你提醒。今天我实在有些疲乏了，就先回东宫了。若是此后有大鱼上钩了，还请立刻派人去告知一声。当然，我那边要是有了什么新的消息，也会差人来告诉你的。宁宁姐，你现在最想见的是什么人？我师父师兄他们到京城了。君莫笑而不答，楚宁便又问：可他们为什么会在殿下的东宫里？那不然他们应该在哪里？宁宁姐，你都已经不回苏国公府里去住了，不是吗？哎，你跑什么呀？宁宁姐没跟你说过你还不能跑跳吗？楚姐姐有跟我说过的，还不止说过一次。可表哥，你跟楚姐姐走太快了，我不跑不就追不上了吗？他是急着去见他师父师兄，我是急着去防止他师父师兄在他面前说我坏话，你猴急个什么劲儿？我这不是不知道叶欢在哪里吗？怕跟丢了。你脑子呢？跟丢了，随便找个人给你领路不就好了？对哦。不过表哥，你其实不用担心楚姐姐的师父师兄会在楚姐姐面前说你坏话的。君莫眯起眼盯着文宇，
一句为什么还没有问出口，就听得温雨自问自答道：因为我没少在楚姐姐面前说表哥你的坏话，但楚姐姐还不是一直对表哥你挺好的吗？君莫磨了磨牙，耀西师叔，凡凡师兄，我刚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太子殿下他确实对小师妹很好，只怕跟你们比起来都不会逊色半分。但是他到底是太子，不仅有为君之才，还有体恤百姓之心，更是当今圣上膝下唯一适合坐上的皇位的皇子。所以我认为无论他对小师妹多好，他都不会是小师妹的良人。但他偏偏又认准了小师妹，还说要为小师妹放弃太子之位。所以我希望师伯师兄你们这次能够想办法让他放弃小师妹。殿下这是在做什么？我就看看你在做什么。没想到还正好听到了叶欢那小子说我坏话。叶欢师兄也没有说殿下的坏话吧？他说的不都是事实吗？那宁宁姐，你希望我按他说的放弃你吗？楚宁瞬间一僵，他重生回来之后就知道他可能是喜欢自己了，但他一直都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而他也一直由着自己揣着明白装糊涂，从来就没有跟他挑明过。此时会顺势这么问他，显然是有挑明的意思了。顺势楚宁就又想到了顾青先前给他的东西，难道那是自己的和离书？宁宁姐你回京来的时候我就放手过一次了，是宁宁姐你自己来到我身边的。那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不论谁让我放弃，就算那个人是宁宁姐你，我都绝不会放弃了。除非在我的干预之下，宁宁姐你还能爱上别人。师父，宁儿想你了。你个小骗子，骗骗你大师兄也就得了啊！你真要想为师了，这5年多里怎么也没见你写封信给为师啊？你还忘了我们说好了的，你出嫁的时候得为师背你上花轿啊！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由您背师妹上花轿，不合规，那是我该做的事儿。无论如何，我们没有送你出嫁，你就不算是已经嫁过人了。等你日后要嫁人的时候，我们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的。我不打算嫁人了。楚宁这话一出，耀西跟凡凡都同时看向了君莫，然后他忍无可忍的上手去把楚宁从耀西怀里扯了出来。差不多得了啊，宁宁姐都还没有这么抱过我，怎么就只来了你们2个人？她不是有一堆师兄吗？啊，今日只有我跟师傅到了，而2师弟跟3师弟半道带着师妹要见的那位高人绕道去买一味药材了，还需3、4日才会到。你们药王谷的人还需要找别人买药材？来，小太子，你过来，我给你把个脉。君莫坐到耀西对面去，按耀西的指示把手伸了过去。之后耀西花了很长时间来给他把脉。你知道我们药王谷的人为什么那么憎恨前朝余孽吗？知道，师兄们曾跟我说过，前朝时期师父你们药家就是名震天下的医药世家了。但前朝一位狗皇帝想要长生，因为你们没有做出他想要的长生药，而想要对你们赶尽杀绝。最后你们之中的一部分人逃到了药王谷隐居，一直到前朝覆灭了，你们才又出药王谷行走，继续治病救人。那是假的。假的？可不止师兄们是那样与我说的，师伯师叔们还有谷里的长老们也都是那般与我说的呀。因为真相只有历代谷主知道。楚宁抿抿嘴，师父他老人家在替太子把过脉之后，察觉到了自己医术进步的太多了，却没有直接问他是怎么做到的，而是与他说起这个。真相是当年前朝的狗皇帝找上我们药家之前，药家那位刚继任的族长就1意孤行地带着全族遁世隐居了。他还找了他江湖中的好兄弟帮忙演了一出满门被屠，来瞒天过海。他说他是死后重生回来的人。当初为师要求你领着那几道疤回京城的决定，大抵是做错了。师父没有做错，是那个愚蠢至极的我，太过期待亲情爱情了。是我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还冥顽不灵，最后才没能善终的。那几只蛊虫在你脸上太久了，加之为师当年为了预防他们移动，还用了很重的药，使他们陷入长久的沉眠。如今你怕是得连着熏上越狱的香，才能把他们引出来了。而这个时候，
外面院子里头，君莫已经直勾勾地盯了药房门好半天。叶焕都忍不住想问他眼睛酸不酸了，但还没有开口，就看见顾青匆匆而来。宁心跟的令妈妈如殿下预料一般去了钟离那边，而那钟离方才掩人耳目的去了景王府。挺好，倒是不用本宫让人去他住的驿馆里埋火雷了。然后他抬手屏退了顾青。你们师父莫不是诊出我没有多少时日可活了，想劝说宁宁姐跟你们回药王谷？你看起来也不像是将死之人了。放心吧，你死不了，只不过以我的医术来看，你体内的毒可能得跟随你一辈子。但我师父的医术远在我之上，师妹的医术亦在我之上。加之这几年师妹的医术似乎进步神速，她跟师父合力，定然能彻底解了你体内的毒，并把你的身体医治调理到最健康的状态。她回京之前，医术就在你之上了？她很有学医的天赋，虽然入门时间晚，还只学了几年，但师父早已决定让她为我们药王谷的下任谷主，且长老们都已经同意了。难怪九转轮回针会在小师妹手里了，原来她那么早就已经被选定为药王谷的下任谷主了。这事师妹还不知道，而师父他们会早早的就选定了师妹为下任谷主，并非师妹回京前医术就已经好到超越了我们谷中所有人，而是她的学医天赋高到史无前例，学习的速度快得惊人。所以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将来有一天，可能只要师妹想，就没有她治不好病、救不了的人。那你们师父刚刚为我把完脉，就把她拉进了叶焕药房去，是为哪般？可能是因为师妹为你医治的时间明明还不长，你的情况却已经好转了很多。师父惊讶于师妹近几年医术进步太过神速，激动之下就立刻拉了师妹去劝说她接下谷主的重任。这上面记录了我方才与你说的那位族长的生平，以及他曾经玩笑般讲给旁人听的一段故事。不出意外，那段故事就是他前世的经历。你无聊时可以看看。小宁宁，你给为师一句实话，你现在是如何看待太子的？我是他的大夫，他是我的病患，还能怎么看待？你真的就只拿他当病人看待？不瞒师父，我不知道，也不敢去想。不急不急，来日方长，你有的是时间去弄清楚，也会有敢去想的那一天。且看着君莫此时眉眼含笑，眼神还温柔到快要能滴出水来了的样子，他还莫名的有些心跳加速。说起来，东宫今天是为什么要放烟花？自然是给师父大师兄你们接风洗尘。是吗？那你不是早就知道我跟凡儿会在今天到了？也不早，昨天刚知道的。小宁宁同意了吗？你就喊上师父大师兄了。宁姐，我能随你叫他们吗？殿下，你是太子，只要你想，你就能。且你愿意随我这个大夫喊他们师父大师兄，是对我这个大夫的看重，他们应该也会很开心的。锦王府里，在偏厅等了许久的钟离，一直到夜幕降临了，才被人领入君锦的书房。而君锦刚在密室里跟他外祖父引荐给他的几位大臣，经过了长达2个时辰的密谈。哎呀，你近来身体不好，有事啊，让人来叫我去见你就行了，怎么还跑过来了？我这2日是睡得厉害，但今天中午我做了一个噩梦后，就怎么都睡不着了，心里也一直七上八下的，还莫名的很想见殿下，所以我就来了。楚宁此前已经答应过我，会在空闲的时候随我去为你把脉的。殿下，方才我在偏殿等你时，听见你府里的下人在说，东宫今晚要放烟花来庆祝太子大好出宫，要不殿下以前去恭贺做理由，带我去东宫赏个烟花，顺便见一见楚宁。正好看到一朵朵绚烂无比的巨大烟花铺满了东宫上空。等他回过神来，想对钟离说来不及了的时候，突然又听到了一声距离无比近的巨响。下，有人在我们府里埋了大量火雷，请殿下立刻随属下等出府避难。让府里的人都先撤出府去，以免伤亡过多。已经在往府外撤了，不过殿下有所不知，埋火雷的位置都在空地或是无人住的房间院里。那人话都还没有说完，就被身后突然炸开的巨响还有巨大的冲击给掀翻了出去。等他强忍着剧烈的耳鸣目眩爬起来，
就看见他们殿下也才刚满身尘土的站起身，而钟离倒在距离他们殿下有5、6米远的位置，一动也不动。殿下，今夜这一出是冲着您来的呀。方才老奴已经大致确认了一遍全府的情况，别处爆炸的地点不是无人住的院落，就是比较空旷的院子，亦或者较宽敞的回廊，且爆炸的程度也都不算很严重。但殿下您这儿却……那火是怎么烧起来的？那是几个刚进府不久的小丫鬟被火雷爆炸的动静吓得推翻了刚加满了油的琉璃灯，没及时将灯扶起导致的。此时东宫那边的烟花还在继续，他看着那接连在东宫上空炸开的绚烂烟花，脸上的表情是越来越阴沉。他之前可没有伤到楚宁分毫，大哥今天却是冲着炸死自己来的，这笔账他是一定要跟大哥算清楚的。良久，东宫那边升空的烟花数量都开始减少了，他才终于想到钟离来，转头看去，就见钟离已经醒了，正在他手下的搀扶下十分缓慢地朝他走来。今日这通爆炸不小，我母妃那边很快就会收到消息，未免她担心我得立刻进宫一趟，我先让人送你回医馆，等明日我再去看你。等回到了驿馆，钟离乌梅帮他脱掉了身上的脏衣服，服侍他泡进了浴桶里。圣女怎么伤心成这样？是不是景王殿下因为今晚他府里的事没顾得上关心圣女？他嫌弃病发时的我，圣女误会了，景王殿下不是嫌弃你发病了，而是嫌弃你身上的脏污。殿下有洁癖的毛病，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别说圣女你不知道，京城里应该也没几个人知道的，不然我们的人此前来调查景王殿下的时候早就已经查到了。小人有几位善巫蛊之术的友人，他们曾与小人提到过一种同心蛊，据他们所说，那同心蛊厉害到能让2个背负着血海深仇的人爱到彼此到死去活来啊！尽快替我找到那同心蛊。楚莹那个废物死了吗？没有，方才奴婢去给圣女准备浴汤时，问过从清河会馆那边回来的人，据说那元素的人还在反复活埋他，而且他们还会在他快要崩溃时用石头砸他，用疼痛使他恢复清醒。钟离沉下脸色，眼里有杀意一闪而逝。就算是个废物，还已经彻底变成了一枚弃子，那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哪由得旁人如此对待？让令妈妈设法把他从那群太和国的人手里救出来，若是不行，就直接杀了他。就怕是不行了，在我们可能已经被盯上的情况下，救他的风险太高，很有可能是去自投罗网。小姐4、5岁的时候，令妈妈你们就到她身边了吧？令妈妈，你真的下得去手杀小姐吗？不然应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放任她，一直被元素的人折磨吧？东宫那边，此时烟花已经放到尾声了，楚宁跟温雨一起陪在君染身边赏烟花。白日里，顾卿在清河会馆里交给我的东西，宁宁姐，你应该已经猜到是什么了吧？你盯了我这许久，还跑来赶走了安圣公主和温雨，就只是为了问这个？你都知道我一直在盯着你了，还一眼都没看我。是安圣跟温雨他们比我好看，还是连烟花都比我好看？安圣公主跟温雨自然是好看的，烟花也好看，但殿下你最好看了。这几个字差点就要说出口的一瞬，楚宁看着在他面前佯装不悦的君莫，心下一悸，然后那7个字就被他咽了下去，换成了一句：殿下你准备什么时候把和离书给我？临时改口的结果就是君莫生气地板着脸对他张开了双手。和离书就在我身上，想要你就自己拿，你要是不拿，以后你就别想看到他了。我可是殿下的大夫，殿下身体都快被我给看光了，隔着衣服拿个东西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殿下这般来难为我可是失策了。什么叫快看光了？你不就只看了上半身吗？下半身就还从来没看过。楚宁在他怀里没有摸到东西的手顿住了，抬头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又转去摸他2个袖带，结果还是空空如也，不由得就有些生气。
殿下戏弄我？是戏弄你没错，但你的和离书真在我身上，你再仔细摸摸。楚宁咬咬牙，这货要不是太子，自己绝对要用针扎得他半身不遂。而此时此刻的他浑然未觉，他在君莫身上找和离书的举动，落在远处几人的眼里，像极了是依偎在君莫的怀里，惹得被抬到了耀西凡凡那边去的君冉都激动到了用受伤的那只手去拉拽温玉。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楚姐姐可说了，你万剑的伤口太深了，你这只手最少得有1个月不能使力气。我这不是瞧见楚宁靠在了太子哥哥怀里吗？一个激动就……表姐，你说楚宁这都已经靠在太子哥哥怀里了，他是不是很快就会变成我嫂嫂了啊？哪有那么容易？楚姐姐还没有拿到休书呢。对啊，那你赶紧让他们分开，要是让有心之人瞧见了再传扬出去，那不仅楚宁的名声会受损，太子哥哥也是要被朝臣们借机骂惨的。不去，东宫哪来什么有心之人？更何况太子表哥是会怕被骂的人吗？母后倒是说过，太子哥哥的东宫是全京城最安全的地方，而且太子哥哥一直以来都被骂被弹劾，倒也的确……君冉话都还没有说完，就看见那边楚宁跟君莫分开了，当下又毫不惋惜地嘟囔道：怎么这就分开了？到底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名不正言不顺的，久了也不合适。而且以我对楚姐姐的了解，她可不是会对太子表哥投怀送抱的性子，肯定是太子表哥耍了什么歪心思，引得楚姐姐靠在他怀里去的。不可能，我太子哥哥人那么好，对楚宁也那么好，他怎么可能对楚宁耍歪心思啊？表姐，你不能因为太子哥哥以前欺负戏耍过你，你就对太子哥哥怀有成见。而这个时候，楚宁跟君莫那边，楚宁揪着他们边上的东楼，将好不容易才从君莫身上找到的和离书反复看了好几遍，也反复看了衙署盖的红印章许久，才将和离书折好收起来。谁会把和离书这种东西贴身放呀？殿下，你也不嫌它脏？君莫笑了笑，没说话。殿下，袁公公来了，说是盛贵妃领着锦王去皇上跟前告您的状了。告状？盛贵妃还不到40，怎么就老糊涂了？以前她可做不出这么幼稚还毫无用处的事。叶静不敢接话，很快君莫又道：你去跟袁公公说，本宫今日接连去苏国公府跟清河会馆看了好戏，身子疲乏的厉害，没精力再进宫去折腾一趟了。是。等等，你且跟着袁公公进宫去走一趟吧，替本宫好好问问盛贵妃何故要去父皇面前告本宫的状。若她不提今晚老二府里的事也就罢了，若她提了，你就让她拿出证据来，再告诉她，她若拿不出证据，本宫明日就去上早朝，让他们母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本宫赔不是。叶静压着兴奋应罢之后，转身脚下生风的走了。殿下这一招倒打一耙实在是妙啊，盛贵妃跟锦王怕是得气吐血。此前老二借烟花袭击了你，今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借烟花炸了他府邸。殿下会不会因此惹上麻烦？会，但麻烦这种东西对我而言，多几个少几个从来都没有什么差别。殿下明日当真要去上早朝？再不去露个脸，朝中有些人怕是真的要当我是个死人了。宁宁姐别担心，托宁宁姐的福去上个早朝，顺便逗逗老二母子这种小事情，我身体还是吃得消的。那殿下早些去歇下吧。我先送你回房。不用，而且温雨跟安圣公主还在。他们自有人送。此前我让叶静重新布置了你住过的那个房间，你去看看合不合意。楚宁自知拗不过他，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但他们此时所处的位置距离他的住处是颇远的，才走上不到1/3的路程，君莫呼吸就变得粗重了不少。宁姐，你扶一把。殿下今日奔波太多，身体哪里吃得消，何必要逞强送我？毕竟我都已经住进了殿下东宫，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楚宁嘴上絮絮叨叨的，却已经依言扶住了君莫。君莫无声的笑了笑，
嘴角都要咧到下巴上去了。你这小太子怎么越活越不懂事了？你自己的身体是个什么情况，你还能不了解吗？你若真想跟小宁宁修成正果，就得多爱惜自个儿身子，少给小宁宁添乱。师父教训的是，往后我会注意的。哎呀，你没有学艺的天赋，想当我徒儿可是不够格。师父就当我这是妇唱夫随吧。怎么，小宁宁答应与你在一起了？你不说话，是你都还没有直接挑明问过他吧？是。你别急，小宁宁最是心软了，等她找回了那3年里的记忆，你再去跟她挑明，她就算不会点头，也是不会直接拒绝你的。师父这是在教我趁虚而入。是你的话稍微卑鄙一点儿，对她耍点心机，我们是能够容忍的，且她余生也只能跟你在一起了。云墨心下大喜，宁宁姐的师父师兄们是认可她的。你跟小宁宁的情况不一样，解读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你这边的情况要等小宁宁给你解读之后才知道。我想让她一样。辅国大将军府里的人，还有苏国公府里的人，小太子，你可想好如何对付了？辅国大将军府那边，他们虽然对宁宁姐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情，但我不打算对他们做什么。一来，他们到底是宁宁姐的血亲；二来，从我目前掌握的一些情况来看，他们早迟会自食恶果，没必要脏了我的手。自食恶果，这是楚立安父子也不看好小太子，投靠了其他皇子。至于苏国公府那边，宁宁姐已经做了一些安排，此后若是他们不够惨，我会再添几把火。如此，那我们就姑且先什么也不做了。此时皇宫里，叶静刚跟着袁公公去到御书房，君锦心头一跳，突然后知后觉地想到，母妃拉着他来御书房之后，父皇听完始末都没有问他们要证据，就直接让袁公公去东宫了，只怕父皇什么都知道。他还好意思问我们要证据？景儿可是说他半个府邸都被炸毁了呀！试问当下的京中，除去皇上跟太子之外，谁还有权利一次性动用那么大量的火雷？而皇上再怎么不喜欢景儿，也不可能做出炸毁景儿的府邸，还险些把景儿也炸死的那种事情。就算是如此，盛贵妃娘娘，您也不能毫无证据就直接怪罪到我们殿下头上呀。那你的意思是，炸了景儿的府邸，还差点把景儿也炸死的人是皇上喽？老奴惶恐，老奴断无那个意思，老奴只是……行了，你既然怀疑到朕跟太子头上了，朕明日就将这桩事交由你兄长去调查。皇上误会臣妾了，臣妾只是怀疑太子一人。太子近些年一直在半只脚都踏入了鬼门关的情况下，而京中火雷的数量又历来都是有记录在案的。你倒是跟朕说说，太子何故要用这种一查就会露馅的法子来对付景王？一直处在病中的他，跟景王兄弟之间，又是何时结了这么大的仇怨？这……盛明珠噎住了，不是他答不上来，而是不敢答。今夜是臣妾一意孤行，拉景儿来找皇上告太子状的。臣妾素来敢做敢当，若查明之后事情真与太子无关，臣妾会按太子所说，当众向他赔不是。此时君莫已经因为强撑过度睡着了，且凌晨君莫醒过来的时候，叶静都还没来得及转述他的话，叶思就前来送药了。听闻那药是楚宁熬了大半宿的，他死都不舍得一口闷，苦到脸色都变了，还坚持品茶似的，一口一口慢慢喝完了。为娘昨夜反常的领你去你父皇御书房告太子的状，你可知用意为何？儿臣知道，母妃是想让儿臣看清父皇眼里根本就没有儿臣这个儿子，以提醒儿臣不要对亲情再抱有任何幻想，该狠的时候就必须得狠，不论对象是谁。你知道就好。盛明珠欣慰地笑了笑。你既然想让那楚宁为钟离治病，不若也设法让他为你治一治。
我听说太子为了让医术极好的楚宁完全为他所用，有意纳她为妾，而楚宁虽然医术十分了得，却去不掉自己脸上的疤，再加上他又在苏应风那里受了很重的情伤，如今对太子那般相貌地位的男人的追求，只怕很容易就会沦陷其中。你若想笼络他为你所用，须得小心再小心。君锦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肯定会在反复确认了楚宁可用之后才会信他。楚大将军此前不是随苏国公一起向你投诚了吗？他近来可有帮你做过什么事？楚离安用不了，他虽不看好太子，却也绝不会背叛父皇。那便罢了。我还想着他们楚家人在看清那楚莹的真面目后，一直在试图跟楚宁修复关系，日后他们楚家肯定会是楚宁的后盾之一，若楚宁能为你所用，也就会更有利用价值了。不过楚离安若是因为楚宁又反悔去投靠太子呢，对你也是极为不利的。你可以试试用楚家人来牵制楚宁，毕竟他们到底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至亲，楚宁是不可能不管他们死活的。此后的早朝上，文武百官齐声高呼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君莫才被顾青推着姗姗而来，且他还直接让顾青把他推到了大殿最前方的正中央。臣来迟了，父皇莫怪，各位大人也莫怪。满朝文武都没吭声。父皇，儿臣前不久都差点死在宫里了，托楚宁的福才得以继续苟延残喘的活着。谁想儿臣在宫里将养了数日，才刚离宫回到东宫，就被景王母子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污蔑炸毁了景王府邸。他们甚至还污蔑儿臣企图直接炸死景王。儿臣行事虽然是离经叛道了一些，但儿臣从未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对兄妹出过手，儿臣实在是冤枉的很，儿臣也受不了这份委屈。楚宁也说儿臣现下受不得任何委屈，还请父皇将盛贵妃请来，让他跟景王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好好跟儿臣道歉赔不是。上次太子在宫中被人用药引得毒发后，确实凶险万分，且当时的亏损，太子还并未将养回来，仍处在十分虚弱且随时都可能再次毒发的状态下。而这个时候他若再次毒发，便是楚宁医术再好，也可能都保不住他了。所以若非他执意要回东宫，朕还是要留他在宫中继续调养的。皇上特意收声，看向君锦，继续道：这么关键的时候，太子确实受不得气。这是同意了景王母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太子道歉赔不是的意思。父皇，昨夜儿臣是被府中接连的爆炸给吓糊涂了，进宫后才会拉着母妃去御书房向您告大哥的状。母妃会陪着儿臣胡闹，只是想到儿臣差点被炸死，太过后怕了而已。还请父皇让儿臣一人承担后果，儿臣会在文武百官面前向大哥道歉赔个不是，到大哥愿意原谅儿臣且气消了为止。你母妃昨夜可与朕说的是她一意孤行，拉你去朕面前状告太子的。她还说她素来敢做敢当，若查明事情与太子无关，她会按太子说的来当众向太子赔不是。且当时你也在场。皇上呀，景王殿下素来重孝道，他此时定是护母心切，才会在情急之下颠倒了黑白。还请皇上看在景王殿下的一片孝心上，宽恕他这一回吧。儿臣一时心急说错了话，还请父皇责罚。请皇上念在景王殿下对贵妃娘娘的一片孝心上，饶恕景王殿下这一回吧。而那数位大臣之首是苏敬周。难得景王一片孝心，朕可以不与他计较情急中说错了话这种小事。但景王面对昨晚他府中的事情，明明毫无证据，却还是跟着他母妃去了朕面前状告太子，可见他第一时间怀疑的也是太子。明明太子就没有擅自动用火雷，更没有那般对付他的理由。不，他们母子必须得按太子说的，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太子道歉赔不是，否则太子此后若是气出个什么好歹，朕是绝对不会轻饶了他们母子的。请父皇准许儿臣去请母妃前来。准了。
皇上说罢那2个字，在君锦起身匆匆而去之后，示意袁公公将一本子折子送下去给了苏敬周。苏卿请封你们苏国公府2少爷为世子一事，朕准了。苏敬周都愣了一下，才谢恩，而满朝文武则是小声议论了起来。君锦已经领来了满脸愤怒的圣明珠，但他愤怒归愤怒，还是跟着君锦去到君莫面前道了歉，赔了不是。怪臣弟胆子太小，被那跟过年的炮仗一样响个没完的火雷爆炸声一下，这脑子就不好使了。只想到了京中能动用那么大数量火雷的，只有大哥您跟父皇，还没忍住，就与我母妃说了，才会跟着母妃去了父皇跟前儿告大哥的状。还请大哥念在臣弟自幼胆子就小的份上，大人有大量，别跟臣弟一般见识。本宫就景儿这么一个孩子，见素来沉稳懂事的景儿都吓得慌了神了，再想到景儿差一点就要被炸出个好歹了，本宫就失去了理智，也没多想就去了皇上跟前告状。哎呀，实在是对不住。本来呢，多年来一直都在被人骂的我，是不至于跟你们母子计较这点小事的。但父皇自幼就教训我们，就算争抢得头破血流，也不能犯弑兄杀弟这种天理难容的罪孽。我一直铭记在心，故我是为了避免旁人真以为景王府是我炸的，景王也差一点就死在我这个当大哥的手里了，我才如此大动干戈。皇上，臣妾已经在文武百官面前跟太子道歉了，是不是可以走了？如何？你可消气了？气倒是没消，但就这样吧。儿臣刚磕得太狠，没力气继续跟他们计较了。还请父皇准许儿臣回去服药，明日儿臣再正式来参加早朝。此时宫中早朝已经散了，苏敬周因为要等册封圣旨，留在了最后出宫。等他带着上门宣旨的公公回到府中，一进府门就看到了双目通红的苏应风。祖父，我听说您请封2弟为世子的折子，皇上批了。是。如此说来，祖父早就已经决定要让2弟为世子了，且也早就把请封的奏折给呈上去了。也不算早，我3日前才决定让芝儿为世子，请封的奏折则是昨天下午才呈上去的。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的世子之位落在了苏应之头上的消息已经在京城里都传开了。苏应风一出府门，就遭到了不少前来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而后他让跟出来的人给他备了马，直接策马出了京。在城外甩开暗中尾随他的人之后，他弃了马，悄然折返回京中，去了永华公主府。你此时会来我这里，可是想好要借我的力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了？你为什么突然就瞧上了我？明人不说暗话，你这戎装舞剑的样子，像极了我那死去多年的挚爱。这么说来，你想要的只是我的身体？是，我对你的心不感兴趣。那我这副皮囊任你处置，你可能助我拿回我的东西？当然能，且我还知道，你除去想从苏应之那个病秧子手里拿回世子之位外，还想从我大哥手里夺回楚宁吧？是。我听闻我大哥为了抓牢医术好到能够治好他的楚宁，企图收楚宁为妾，但你与楚宁一日不合离，他就无法那么做。而我的人已经寻到了药王谷几位医术肯定在楚宁之上的神医的消息，等我找到他们，我会把他们引荐给我大哥。那之后，我大哥必然不会再像现在这般重视楚宁了，也就会放楚宁出东。不，他绝不会因为楚宁并非唯一能够治好他的人这种理由，就放楚宁离开东宫。且他想纳楚宁为妾，也不仅仅是因为看重楚宁的医术。你是说我大哥可能喜欢楚宁？太子对楚宁应该不是喜欢，而是执念。哼，执念而已，不难对付，但你是不是得先给我点好处？苏应风自然明白他口中的好处指的是什么，且他在来永华公主府的路上就已经决定好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利用永华公主拿回属于他的东西。当君雪蕊的手从他的胸膛一路向上摸到了他的脸上，他瞬间就回想起了那日他在宫中受药物掌控后被君雪蕊压在身下的耻辱。
瞬间恶心到重重地拍开了他的手，并退后远离了君雪蕊的床。男子汉大丈夫应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你来都来了，还都说出任本宫处置的那种话了，竟要临阵逃脱。苏应风也不说话，就只沉着脸看着他，眼里心里都盛满了嫌弃厌恶。最终他也确实转身走了。好哥哥，本宫这儿随时欢迎你哦。他捏了捏拳头，没有回应，直接走了。大哥想不想知道我现在要去哪里，又去做什么？与我何干啊？自是与大哥有关系，我才会特意下来问大哥想不想知道。那你倒是说说，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要去东宫见楚宁。你要么直接说，要么就滚。大哥别生气啊，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那2件事大哥有权知道，所以才……苏应之说话间，把苏敬周之前给他的婚书拿出来，展开举到了苏应风面前。你好大的胆子！楚宁她可是我的夫人，你伪造出这么一封婚书来是意欲何为啊？你们母子给了楚宁那么多好处，才求得楚宁为你们医治，你应该不想死吧？是不想，但大哥你肯定不敢杀我。大哥你肯定以为我跟太子一样，也看中了楚宁的医术吧？大哥你错了，还是大错特错。无论是我还是太子，看中的都不是楚宁的医术，而是他自身。我喜欢楚宁，所以我跟祖父做了一个约定，我帮祖父把楚宁留在我们苏国公府，祖父则上折子，请封我为世子。你留他在我们府里的办法，莫不是让祖父替我做主给他和离书，然后让他改嫁于你？是，不愧是大哥，一猜就中。同意了？同意了。不可能，他怎么会同意？他都不喜欢你，怎么可能嫁给你？且他身边还有太子。他说了，只要能跟大哥和离，他什么都愿意做。那他更应该选择太子，而不是你。可他就是选择了我。他可是你大嫂，就算祖父给了他和离书，他也不可能嫁给你。一来族中长辈们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二来京中百姓也会。大哥知道此前几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他每一次外出露面，都会被人当作过街老鼠一般辱骂非议，他怎么可能还会在乎旁人怎么看他？而我亦不在乎，反正他与大哥也并无夫妻之实，且就算他与大哥有了夫妻之实，我也全然不介意。至于族中长辈们，祖父早已经说服他们点头同意了。你的意思是，祖父他已经替我做主给他和离书了，而你手上这婚书不是你伪造的，是真的？是，昨天下午祖父把请封我为世子的奏折呈上去的同时，就已经把和离书跟婚书交给了我，而和离书我昨日就已经让人送去给楚宁了。质子爷，你流血了，你身体本来就不好，昨天还受了险些致命的伤，而大少爷身手又那么好，万一你要是被他这一拳头打出个好歹，小的可怎么回去跟国公爷交差啊？小的先带您就近找个医馆瞧瞧，再去东宫可好啊？我没事，直接去东宫。然而此后东宫里，苏应之一入东宫大门，就被东宫的侍卫直接领去了叶焕的院中。苏应之是想趁楚宁帮他处理脸上红肿的时候，顺势把太子全然不顾及他身上有伤，吩咐他今天当街激怒他们大哥一事告诉楚宁，然后做官楚宁为难太子的。他们是我楚宁小师妹的师傅跟大师兄，昨日刚到京城。听我说完，小师妹轻轻松松就改善了你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羸弱体质后，他们对你十分感兴趣。啊，原来是姐姐的师傅和大师兄啊。从你的脉象来看，师妹她已经彻底改善了你的体质，往后你只需要好好调养，即可如常人一般康健长寿。至于你身上的新伤，也无甚大碍，好好调养进步即可。多谢。此时此刻，苏国公府里，苏应风双目赤红的带着一身煞气，直接踢开了苏敬周的书房。祖父，你凭什么擅自替我做主，给楚宁和离书啊？就凭我是你祖父。可我早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算你是我祖父，你也不能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替我做了这个决定。以你近来对楚宁的态度，我要是提前跟你打了招呼，你能同意？我当然不会同意了，毕竟祖父你替我给他的和离书，不是要放他离开我们苏国公府，而是要让苏应之娶她。他可都已经以我妻子的身份进我们苏国公府3年多了，祖父，
也就半分都没有想过，他在与我和离后又立刻嫁给苏应之，我们府里的人会如何看待他？我们族中的人又会如何看待他？京中百姓又会如何非议他吗？他昨日亲口跟侄儿说了，他只要能与你和离，不在乎世人会如何看待他。原来祖父，你也有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一天啊！你放肆！世上女子何其之多，你竟为了一个你根本就不爱的女人，如此与我说话？谁说我不爱她了？我只是因为忘记了她太多年，突然将她想起来之后，又一时没有理明白对她是哪种感情罢了。而苏应风那般冲他吼完之后，又难过至失望至极的对他道：世人都道祖父你溺爱惨了我这个长孙，可事实上，祖父你只是将我视作一个能够继承你国公之位的工具，在栽培，在器重，不然你就算半分都没有考虑过旁人会如何看待楚宁，也定然会想一想，那般做了之后，旁人会如何看待非议我。你怎知我没有想过？我是希望你通过那些事成长起来才。成长？祖父莫非是想看我在跌入泥底之后奋发图强的样子吗？然后再等时机成熟了，重新把那世子之位施舍给我，然后继续左右我的人生吗？混账！我的一片苦心，到你眼里竟成施舍了。还有我何时左右你的人生了？你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自。不论如何，往后我都不会再让祖父你继续左右我的人生了。我会用我自己的办法夺回属于我的世子之位，我也会极尽所能阻止苏应之跟楚宁扯。话未说完，苏应风莫名的就想到了苏应之先前与自己说的那句，昨日就已经让人把和离书送去给楚宁了。然后他收声，定定看了被他甩在苏敬周桌上的那张大红婚书片刻。祖父，你聪明一世，到头来却栽在了苏应之那个病秧子头上呀！半个时辰前，侄儿来过他的书房，说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要借去东宫找楚宁换药为由，拿着和离书跟婚书去东宫让楚宁签下婚书。他还派了人去暗中盯梢，可此时本来应该已经被芝儿带进了东宫的婚书，却被风儿拿来甩在了自己的面前。和离书可在你手里？苏应之说了，他昨日就已经让人把和离书送去给楚宁了。苏敬周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致，他被芝儿算计了，且跟芝儿一起算计他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太子，那就意味着昨日芝儿救了灵犀公主一事根本就是一出事先安排好的戏，还有芝儿与楚宁的那通对话也是他们事先商量好了的，甚至就连康和大公主请他过府去商量灵犀公主跟芝儿的婚事也都是假的。你要去哪儿？去永华公主府。灵爵，把他给我来！灵爵见状，哪里还顾得上去拦苏应风，直接冲到了他的面前去。东宫，宁宁姐，你醒得很是时候。我让人把午膳摆在隔壁了，师父跟大师兄也在。殿下今日进宫上早朝时，身体如何？可有不舒服？托宁宁姐你的福，没有半分不舒服，而且还打了一场很漂亮的胜仗。我就说今天的午饭有些过分丰盛了，原来是殿下要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呀！啊，殿下不用帮我夹菜了。此前宁宁姐单独同我一起用膳时，我夹的菜，宁宁姐你都是要的。现如今师父师兄来了，宁宁姐你就不要了。可是有了师父师兄，就不想要我了。楚宁有些无语地瞪了他一眼，却到底还是拿开了挡住碗的手。谁想这人竟一口气地往他碗里加了冒尖的菜。殿下瞧着也不是眼神不好的人，却见我碗里满成这样了还夹菜来，莫不是因为我昨晚给你熬的药太苦，殿下打算撑死我？那不能够，只是宁宁姐你太瘦了，我想把你养胖些。我师父师兄都搁这儿坐着了，哪里需要殿下你瘦累来养我？东宫是我的地盘，你们师徒几个现在都在我的地盘上，那自然都该由我来养。师父跟师兄要是不嫌弃，我也能一并把他们也养胖些。殿下，苏国公府的管家来了。
说是要请楚小姐去苏国公府帮苏国公把脉治病。而昨晚他送宁宁姐回房休息的路上，宁宁姐告诉他，他下午在苏敬州那个老东西领他去见苏应之的时候，往那老东西身上下了一种情绪起伏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发作的毒。你此前突然性情骤变，不是因为对风哥哥死心了，也不是因为突然就不再稀罕亲情了，而是因为你在那之前梦到了很多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对吧？你都梦到什么了？你想知道吗？你想知道的话，就让元素放了我。楚宁挑了一下眉，直接从药袋里面取了一粒药丸出来，强行喂进了楚莹的嘴里。楚莹呸呸地吐了几口，又呕了一阵。你给我吃了什么？你还有半刻钟的时间。半刻钟后我会怎么样？我会死吗？你昨天不是都求死了吗？可我现在不想死了，你快给我解药！你还有不到半刻钟，说服我给你解药。你会不得好死的，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哼，反正在梦里我也已经替你死过一次了，如今的我再怎么样也不会死得比梦里更委屈凄惨了，所以我一点都不怕死。但是你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挺怕死的。楚莹霎时气得双眼都红到快要直接滴出血来了。楚宁果然也跟自己一样梦到了未来的事情，然后楚宁为了不像梦里那样最终落得个被推出去给他做替死鬼的下场，就毁了他的人生。你站住！你回来！凭什么？凭什么你就利用梦到的事改变了人生，我却依旧只能悲惨的死去？老天爷，你待我不公啊！你好好想想，你从小到大做过的所有伤害他人的事情，就会知道老天爷并没有待你不公，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而老天爷让你临死前看几眼你靠着伤害他人得来的美好未来，就是想让你像现在这么痛苦的死去，这都是你咎由自取。你就好好受着吧。另外，你的风哥哥眼下正在永华公主府里扮演男宠的角色，讨好永华公主呢，肯定是没有功夫抽身来看你的。你还是死后变成鬼，去亲眼看看他是怎么服侍永华公主的吧。外面的楚莹做了那么多恶，早就死有余辜了，但苏王殿下你们还让他活着，应该是不想让他死得太痛快吧。不知这之后你们决定送他去阴曹地府的时，能不能把他借给我一用？师父莫不是想尝试炼药燃？楚莹作恶多端，还完全不知悔改，骨子里都已经坏透了，再加上他还可能是前朝皇室的血脉，拿他来炼药燃，让他好好受一受我跟太子当年遭过的罪，再去见阎王倒也是挺合适的。你们师徒近来一直住在东宫，此后我直接把人送到东宫去，就在这里吧。届时我搬来这里。我东宫里的水牢，想来师父也有所耳闻吧？那水牢里的一些毒虫，是那3年里我跟宁宁姐见惯了的，兴许能派上用处。楚宁，你可愿做我干女儿？我此生不会再娶，也就不会再有子女。故而我若收养了一子一女在膝下，我妻女在九泉之下，定然能更加开心。而你不仅是我夫人的妹夫，是做亲生女儿一般看重的徒儿，还因为一些机缘揭发了楚莹想要冒充我女儿的奸计，甚至你的五官还与我夫人有那么几分相像，说来也算是与我极有渊源了。难得苏王殿下不嫌弃，小宁宁，你就答应了吧。啊？虽然我从未与你们师兄妹几个明言过，但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一直都是将你们视作自己孩子在看待对待的。而方才肃王殿下给我看了他夫人的金簪，确实与你头上那只一模一样，那意味着你们师母可能真的是他夫人的妹妹。那么日后你们确实可以换他一声姨父。而他寻找了妻女那么多年，到头来却只找到了2具遗骨，
以及一个他们死得格外凄惨的真相，属实是有些可怜。眼下他在万分伤心之余，生出了想收你为干女儿的心，你本身也不忍心拒绝他的吧？那还不如就爽快点点头同意了。你师父说的没错，我这么可怜这么惨，你忍心拒绝我吗？有道是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小宁宁，你既愿意认我这个师父做父，那我可就替小宁宁你认下肃王殿下这个义父了。难得义父不嫌弃，日后我会替您女儿好好孝敬您的。王爷，他们东陈国辅国大将军的将军夫人求见。他必是为楚营而来，义父不用考虑我，自行决定要不要见他就好。与他说本王在妻女遗骨前伤心过度，还未修边幅，不便见他。王爷，那位将军夫人称他是来送楚营最后一程的，领他进来见楚营吧。那人可能不是楚夫人。雷霆，将那冒充楚将军夫人的妇人拿下。而刚让人把折子送走了的雷霆，正好经过院子里，没等元素的话音落下，他就已经纵身快速朝那个蹲在楚营面前的于静书掠了过去。王爷，这人服毒自杀了。此人该是在进来之前就已经服了见血封喉的剧毒，然后用内力压制了片刻，蹲到楚营面前才毒发身亡的。而他断气之后，手也一直抓着楚营的头发，只要楚营的头动，看在我们眼里，就像是他一直在为楚营整理头发。他跟你说了什么？你想要解药的话，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刚刚给我吃的毒药，根本就毒不死我，对吧？只能让我痛一痛而已，因为你们还没有折磨够我，还不想让我死。你猜对了，那毒确实不致命，但它不是只能让你痛一痛，而是能让你痛很久很久。不过嘛，这之后你可能也没有功夫在意这点疼痛就是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还要再给我吃别的毒药不成？这个小姑娘是服了见血封喉的剧毒，进来见楚营的。我估计，她是来向楚营传达他们的人几时会来营救楚营的。义父，既然你刚刚都已经跟太子殿下说好了，这之后要住到东宫去，不说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搬去东宫吧。太子殿下东宫里的守卫可要比这清河会馆严多了，不论是谁想要营救楚营，都肯定是进不去的。我不去东宫，我宁愿死也不会去的。他身后的人不惜牺牲一个人，也要向他传达消息，可见救他的心十分之坚定，让我都对他身后的势力有些好奇了。我就先不去东宫了，但他你们可以先带过去。义父的意思是要让人来扮作他，抓住他身后的人。顾青，你去安排一下。楚宁，你个不要脸的！就算风哥哥再不喜欢你，你也是风哥哥的夫人。你竟然敢光天化日，在众目睽睽之下跟太子拉拉扯扯，我们明明的做了一样的梦，凭什么你能抢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我却依旧只有死路一条？我不甘心，我不服，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放开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能毒哑他吗？虽是问句，但他手里其实已经捏着能把人毒哑的毒药了，同时也有些后悔，他前面为楚营吃那毒药的时候，就应该一并毒哑他的。今日盯着我府上的人，定然数不胜数。不知大将军今日着急见我，是有何要事啊？末将是为楚营而来，你放不下与他之间的父女情，想让我出面去元素手里救下他。殿下对前朝皇室了解多少？你方才说是为楚营而来，此时又提到了前朝皇室，莫非那楚营跟前朝皇室有牵扯？楚离安迟疑了几瞬，点头。军警神色霎时变得无比严肃。此前我们一直怀疑楚营身后有着很厉害的帮手，昨日回去之后，我便想通过寻找血液与任何人都能相容的人，来揪出楚营的幕后帮手，就又约了那几位太医出去细问有没有其他的辨别方法。谁成想酒过3巡之后，他们却都劝我不要往下查，还说我们辅国大将军府能就此跟楚营斩断缘分，也算是祖上积德，这令我百般不解啊。几番追问之下，才有一人支支吾吾地与我说，古往今来有记录在册的，
只有一个十分庞大、残暴的家族，他们家族的血液能与所有人相融。那个家族，莫不是前朝皇室？楚离安点头。那你们是想说，你们从一群普普通通的难民群中收养而来的楚莹，竟是前朝皇室的血脉，且他身边一直有前朝余孽在帮衬、教唆他。是的，这可不是一桩小事啊！你能来告诉我，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啊。末将既选择了晋王殿下为主，这种时候自然就只能信任殿下了。承蒙大将军信任，本王一定不会辜负大将军。只是，那楚莹眼下人在元素手里，就算他真是前朝皇室的人，我们也无法利用他来找到他身后的那帮前朝余孽呀。殿下，当真没有办法将楚莹从元素手里弄到我们天牢中去关押吗？这……军锦死死地拧起眉，思来想去，也没有想到什么好法子。据说，昨日太子去清河会馆后，在元素房中与元素说了许久话，然后今日太子似乎又掩人耳目地去了清河会馆。末将是担心，太子早就知道楚莹的身世了，而眼下距离前朝余孽上一次兴风作浪，刚好10几年。末将担心，太子是想通过楚莹来揪出即将冒出头来兴风作浪的前朝余孽，然后以此博得朝臣认可呀。不，大哥是不会费力去讨朝臣欢心的人，且他与那前朝余孽是有着极深纠葛的。他若真想通过楚莹找出即将出来兴风作浪的前朝余孽，那肯定是冲着了却私怨去的。我看大将军这反应，大将军当真至今都还不知道我们大哥当年也在那伙被前朝余孽劫去的一众孩子之中了。不过也不怪大将军至今都还不知情了，父皇当年瞒得那么彻底，就连我们皇室中也是没几个人知道的。我也是才刚知道不久，不知景王殿下是从谁人口中知晓的呀？苏国公，且按照苏国公当时的说辞，他是打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不过大将军也不用觉得这是因为父皇更信任他，毕竟苏国公府当年并没有嫡子嫡女被劫走。见过景王殿下。楚小姐应该已经知道本王的来意了吧？叶总管已经与我说过了，但我不愿再踏入苏国公府，还请景王殿下为苏国公另请高明。这是为何？就本王所知，苏国公一直以来可是待你不薄，且眼下你也还是他们的苏家媳，你……景王殿下有所不知，我已经与苏应风和离了，且还是苏国公做的主。什么？景王殿下若是不信，我可以将和离书取来给景王殿下过目。至于景王殿下说的苏国公待我不薄，那是因为我对他有利用价值，且那份价值对他来说重要到了不惜杀了我也要将我留在他们苏国公府的地步。老二，你跑本宫这里来做什么？万一你在本宫这里摔着碰着了，你母妃又得去父皇面前告本宫的状了。大哥多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哪里能平白无故的就摔着碰着了呢？都多少年了，老二，你怎么还是这么笨？本宫那是在说东宫不欢迎你。军锦脸瞬间黑了。本宫这里同样也不欢迎眼瞎心盲的人。太子殿下教训的是，末将从前确实是眼瞎心盲，才会走到了跟亲生女儿形同陌路的地步。形同陌路总好过变成仇人。楚大将军，你们得吃足。太子殿下说的是。大哥，苏国公眼下的情况真的很危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毕竟苏国公这一生功勋无数，还是曾几度救边关百姓于水火的大英。你倒是说说，怎么就成本宫不救了？本宫自己的命都还拿捏在楚宁手里，你却想让本宫拿身份命令他去救一个想杀他的人，你莫不是早就盼着本宫死了，巴不得本宫惹恼他，死得更快些？臣弟不敢，臣弟只是……不敢就滚，不然本宫等会儿就痛死在你面前了。父皇还得让你给本宫陪葬，本宫可不想黄泉路上有你这么个玩意儿作陪。前往苏国公府的马车上，军锦抬起手，用衣袖挡住了脸，揉了揉开始发痒的鼻子。等他的马车直接经由苏国公府侧门驶入了苏国公府内。老身得知国公爷病倒的消息后，才刚从国恩寺赶回来。
未来得及洗漱收拾，就前来迎接景王殿下了，还望景王殿下莫怪。苏国公眼下情况如何呀？老身还未来得及去看。那本王便与国公夫人一同去看看苏国公吧。哥，你这发冠是祖父给你的？你哥哥今日突然祸封世子了，为娘也是一头雾水，但追问之下，你哥哥知道说来话长，日后再解释。而苏敬周房间那边，萧文秀跟君姐一前一后的走进去时，整个房间里是乱作一团，有不少太医围聚在一起，拧紧着眉头小声讨论。萧文秀见苏敬周看向了他，眼里满是绝望跟难堪，还有少许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萧文秀瞬间就想到他的神智是清明的，再想他戎马半生，权势滔天，几乎已经掌控了大半个朝堂，眼下却突然就陷入了连他自己的身体都掌控不了的艰难境地。何院判，我们国公爷情况如何？不太妙啊！早几年我奉旨来给苏国公请平安脉的时候，就曾经跟苏国公说过，他身上顽疾颇多，若无法根治，那就必须一直用药加以控制，否则他往后每一次情绪起伏过大，都会伴随中风偏瘫的风险。但此前你们长孙喜楚宁把他的身体调理好后，我也为他请过几次平安脉，从那几次的脉象来看，他的身体明明都已经调理到不会再中风的程度了，今日突然这般，属实有些反常啊。去找过楚宁了吗？去过了，但太子不放人，老奴等压根就没有见到他。国公爷病倒一事，万万不可传了出去。老夫人放心，老奴已经第一时间做了相应的安排。还有，国公爷是被风儿气病的这件事，也绝对不能传出去。另外，风儿眼下人在何处？不出意外，大少爷眼下应该在永华公主府里。说来惭愧啊，方才本王特意请了楚大将军过门，与楚大将军一同前往东宫，去请楚宁过府来为苏国公医治，但楚宁十分果断地拒绝了我们。叶静听闻苏国公府又派了人来请楚宁时，都没有去请示君莫跟楚宁，直接就去把人给轰走了。苏国公府里情况如何了？已经乱如一锅粥了。那些被请入苏国公府的太医都称苏国公是中风了，且没有治愈的可能。苏国公夫人晕死过去之后，锦王府的马车虽是很快就出了苏国公府，但属下前面收到消息，锦王人还在苏国公府内，但与锦王一同去苏国公府的楚大将军，早在苏国公夫人晕倒时就已经离开了。你再派个人去吓一吓苏颖之，告诉他此次若是稳不住他们苏国公府里的乱局，本宫可能会趁此机会直接把他们苏家连根拔除，这样他在本宫这儿也就变成一枚无用的弃子了。本宫说不定会反悔拿他外祖家与前朝余孽之间的事来让京城首富易主。而此时水牢第3层，被绳子捆绑着吊起来的楚莹刚在一阵剧痛中转醒过来。宁尽管问，我一定逐步当当无不见。白日里在清河会馆时，你用了言2字来引小宁宁过去与你说话，我要知道与那2个字有关的所有事。关于那个名字，可能我说了你也不会信，但我可以先发誓，我说的绝无半句虚假，否则就让我坠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长生。我真有18层地狱，你迟早都会去的。从昨天傍晚开始，每次我被活埋后濒临死亡的一刻，都会走马观花似的做一些梦。在那些梦里，楚宁当初很好说话的，就同意了我以平妻的身份嫁给风哥哥。而我带着羡煞世人的丰厚嫁妆，风风光光的嫁给风哥哥之后，仍旧没有放过楚宁，一直在万般刁难他，还在他凭借自身高超的医术，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调理好了他那个因为被风哥哥强灌了绝孕药而无法有孕的身体，终于怀上了一个孩子，并且日夜期盼着那个孩子降生的时候，设计让他失去了那个孩子，而他给那个孩子取名妍妍。把你梦到的事全部都说与我听。楚莹欲言又止了一瞬，到底还是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包括他跟苏应风是如何在梦里恩爱缠绵的。说到最后，他哭的是伤心欲绝，也恨得咬牙切齿。您想知道的我已经全部都说了，您能不能把我放了？我手脚都已经掉到麻木了。你别走，你别走，
你了，你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啊！拿去给叶焕，让他尽快备齐上面的所有毒虫毒草。另外，我们今天临时赶制出来的那些毒药，日后当做一日三餐喂给楚营吃。他若能受得住，再放他下重警室，以防万一。刚开始试的时间不能太长。1日早上，苏国公府里，萧文秀转醒过来的一瞬，夏儿，你脸上怎么又长满痘痘了？楚宁不是都已经帮你调理好了吗？祖母，您这是怎么了？楚宁他都已经不在我们苏国公府里了呀。不在了，他去哪儿了？东宫啊。东宫？太子不是一直不愿意让他把脉医治吗？他跑去东宫做什么？祖母，您别吓我。我昏迷了多久？整整1夜，现在都已经4时了。今日管家有请太医进府吗？管家们今日也把太医院里当值的太医们全都请来了，只是祖母您让管家对外隐瞒的事情，不知为何都传扬出去了。这会儿不仅心中所有人都在揣测祖父的病情，还有很多人在议论哥哥。去把何院判请过来。从国公夫人您的脉象，还有令孙女方才的描述来看，国公夫人您怕是患上健忘症了。健忘症？我若没有猜错，令长孙媳应该早就已经诊出国公夫人您有可能会患上健忘症了，但她一直在用药为您调理跟延缓，所以此前您才没有生出任何症状。而今您断了她的药，病情很有可能会来势汹汹。故我的建议是，老夫人，您此后得趁着清醒时安排好所有后事，免得病情突然加重时留有太多遗憾。老身此时请景王殿下过来，是想与景王殿下攀个亲家，让景王殿下此后能够顺理成章地庇护我们苏国公府，同时我们苏国公府也能理所应当地继续为景王殿下效力。既然老夫人都如此说了，那本王就娶贵府二小姐为侧妃吧。何儿怕是不行，不瞒景王殿下，约莫1个月前，老身就已经口头将何儿许给素远伯府的庶子秦昌了。既然时隔1月都还只是口头上的约定，那变卦应该也无伤大雅。更何况贵府二小姐的兄长都已经是世子了，再让她堂堂嫡女嫁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庶子，恐会惹人非议。以今日京中大半的人都在说到非议贵府的这种局面来说，再行惹人非议之举是很不明智的选择，还望老夫人三思。景王殿下说的是老身思虑不周了。景王殿下能相中何儿，还愿意让她为侧妃，是何儿的福气。老身稍后就让人去素远伯府回绝了那桩口头约定的亲事。那本王这边进宫去，告知母妃，再请示父皇了。这可怎么办才好？何儿，你要是嫁进了景王府，日后可就跟东宫站在对立面了呀。祖母要将你嫁给景王殿下，你要是想嫁景王，可以去求祖母换你嫁过去。去就去，祖母那么疼我，肯定会换我嫁进景王府的。而这个时候，东宫里头，顾青正在楚宁面前禀昨夜在国恩寺里，萧文秀欲放男子进苏应河房里那桩事情。萧文秀想把苏应河嫁进秦家，锦王却想娶苏应河。苏应河要是嫁进了锦王府，未来堪忧啊！这是苏国公夫人送到乌老太傅手里的。我若没有猜错，萧氏在应下把苏应河嫁给老儿之后，会立刻写了这么一封信给乌老太傅，以往日恩情胁迫乌老太傅的长孙上门向苏应霞提亲，肯定会把苏应霞跟苏应河出嫁的日子定在一天，然后在当天来个狸猫换太子。可景王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他就不怕会惹怒景王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苏晋州那老东西现在虽然是倒下了，可他们苏家的势力一时半会儿还是不会被动摇太多的。就算事后老儿动怒了，估计这苏家的势力也不会立刻跟萧氏撕破脸的。只不过就算是新娘子互换了，只要没有圆房，都还可以暗中换回去。萧氏定然还会准备后手。妮妮姐，你若是不想苏应河嫁进乌家，我可以从中干预。不用，能帮我弄一张乌老太傅长孙的画像来吗？我想等苏应河下次来见我的时候，给他看看。他若
若瞧不上，再做打算。昨夜没人现身搭救楚莹，我猜楚莹的人会选择在今晚元素进宫赴宴的时候动手。永华公主府，在催情熏香的加持下，跟苏应风纵情欢好了一夜的君雪蕊方才醒来。你若再装睡，我可就要叫人进来，当着他们的面儿与你亲吻欢好了。苏应风眉头突突一跳，这女人属实是太过不要脸了。还请公主带我入宫赴宴。本宫可以带你进宫赴宴，但事后你该怎么报答本宫，你懂的。只要公主带我进宫赴宴，之后无论公主想玩什么花样，我都奉陪。随风，你今天怎么会跟着我大皇姐进宫来赴宴啊？明明我父皇都没有邀请外人啊！而且我听说你为了做我大皇姐的男宠，都把你祖父给气中风了，那是不是真的呀？九弟莫要胡言啊！苏国公并非被苏大少爷给气病的，且苏大少爷昨日之所以会去永华公主府，也是为兄看永华着实爱慕他，出面替他二人做了个和事佬，再顺便撮合了他们一下罢了。二哥，你怎么这么笃定？苏国公不是被苏应风气病的呀？太医们可都说苏国公是情绪起伏过大导致的中风啊。而我听说苏国公昨日倒下前又刚好跟苏应风发生过争执，只是凑巧罢了。凑巧？二哥，你是说苏国公就算不跟苏应风起争执，也会在昨日倒下？不是昨日，也会是今日、明日，或是后日。毕竟太医院的院判早就跟苏国公说过，他有中风的风险。今日既是镇卫肃王，还有康和皇姑母办的接风宴，也是难得一聚的家宴，不必拘礼。此后凤仪宫里，楚宁被素问领入温岚寝殿之后，冲温岚请完安，就去床前为温岚把脉了。皇后娘娘，方才我在宴会上，从九皇子跟11公主身上闻到了些许异香。问过他们二位之后，我得知了兰妃娘娘滑胎一事。若我没有猜错的话，兰妃娘娘滑胎定然与他们兄妹俩身上的异香有关，且宫中近来滑胎的其他娘娘们，只怕也接触过那种香。楚小姐有心了，若我们娘娘能够顺利保住这一胎，再平平安安的诞下2个小公主，奴婢来世定做牛做马来报答楚小姐的恩情。斯文姑姑言重了，皇后娘娘待我好，我自然要极尽所能的护皇后娘娘母女平安。另外，那香味既是在九皇子跟11公主身上，就还得麻烦苏文姑姑把你们凤仪宫的所有人都召集过来，让我闻上一闻。因为那香味很淡，嗅觉不够灵敏，对香味不够敏感的人都几乎闻不到。此后他得素问领着去君染的寝殿那边跟君染打招呼，再顺便帮君染换个药，检查一下伤口的恢复情况时，却从君染的身上闻到了那种香味儿。但君染身边的人方才也都被素问叫去，由他确认过了，没人身上带有那种香味儿。公主今天见过凤仪宫以外的人？没有，我今天伤口疼得厉害，不仅没有去给母后请安，连床都还没怎么下呢。伤口疼得厉害？不应该啊。我昨晚沐浴完出浴桶的时候不慎滑了一下，受伤的手腕在桶边沿磕碰到了，当时都给我疼哭了，夜里也疼得没怎么睡好。我怕母后瞧出端倪来担心，不仅没有去给母后请安，还叫望月给我上了妆来遮掩疲态，免得母后突然过来瞧我。原来如此，我还当公主今日上妆是为了完全遮住余下的些微疤痕呢。说到这个，你瞧我脸上现在只要上个淡妆，就几乎已经半点疤痕也瞧不见了，而你之前给我的祛疤膏我都还没有用完呢。等疤痕完全消失之后，公主可以把余下的用在手腕上。等素问领着人去抬来了浴汤，亲自伺候君染沐浴净身完，又亲力亲为地更换了君染床上所有的物品，楚宁才在君染的询问下说明了情况。那幕后之人好生歹毒，母后都已经因为我滑胎数次了，若是此番不仅因为我滑了胎，还有了个好歹，我可……那香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身上，此后不就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母后身上吗？这可怎么防？公主，这无需忧心，奴婢会禀明皇上，请皇上再次加强我们凤仪宫的守卫。苏问姑姑，你们一直以来
有对外隐瞒皇后娘娘服用了哪些药的习惯吗？此前我们娘娘除去皇上特意命人为她配的避子汤药外，就只有服用一些调理身体的补药了，也没有对外隐瞒的必要。那就是说，我近来给皇后娘娘配的安胎药，可能方子已经流出去了。有何不妥之处吗？此前相继怀孕的那些娘娘们服用的，都是太医院统一为她们配的保胎药。那香与保胎药中的一味药结合，就会生出滑胎之效。但皇后娘娘服的是我为她配的保胎药，其中虽然没有那味药，却有另外一味与那香结合会致命的药。致命？师父，当年你去那个地堡清理门户，找着你要清理的那几个人了吗？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我前天在宫里闻到了一种但到寻常人可能都闻不到的香味儿，细闻之下发现，其中有一味被我们药王谷列为了禁忌的药材——迷迷草。早些年我也跟你说过了，当年我进入那地堡时，朝廷的人已经先我一步进去了，整个地堡乱作一团，我光是躲避朝廷的人，以免被误伤，就已经心力憔悴了，根本无法去好好找人。再加上在朝廷的人攻进去之前，那地堡里的前朝余孽好似提前收到了风声，所以那几人可能已经提前逃了。毕竟那地堡下暗道数之不尽，那群前朝余孽肯定留有逃跑路线。这样啊，我还以为当年那群前朝余孽已经全部死在朝廷手中了。前朝余孽行事作风异于常人，当年折磨你们的那群前朝余孽，定然是大半都死在了朝廷手里的，不然当时彻底被激怒的当今圣上是不可能罢手的，必然会继续大肆搜捕他们。只是没想到时隔10余年，他们竟然在宫里现身了。师父，您说有没有可能那几个人不是在给前朝余孽做事，而是他们本身就是前朝余孽呢？我前2日听叶思他们说，京中有不少人在传药王谷的谷主入京了，也有不少人在四处打听药王谷的谷主入京后落脚何处。倘若已经有人猜出我出自药王谷了，那必然就已经有人猜到师父你人在东宫了。故而，师父，此后你若是有出东宫走动，也需要小心，最好是易容后再外出。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回府看苏敬周的苏应风正被萧文秀罚跪在苏敬周的床前。风儿，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与你祖父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在你身上，将你栽培成了京中人人夸赞的世家公子，到头来你却没出息到要去依附一个羞辱过你的女人来达成目的。你若是不立刻与永华公主划清界限，就要将你从族谱中除名了。孙儿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苏应之是皇上认可的世子，只要祖父好不了，他早迟都能当家做主，而且孙儿想要的，祖母也给不了。而此时宫中，一条通体雪白、体型是小白3倍大小的蛇，悄无声息地攀爬到了温岚床上。但此时，皇后跟皇上都在沉睡中。翌日早上，楚宁在熟悉的丝丝中醒来时，一睁眼就看到了一条通体雪白、只七窍处有几个血孔的蛇横尸在他枕边。楚小姐啊，苏国公府的2夫人跟2小姐求见。这么早，快让他们进来吧。此前你曾说过，会在知儿成为世子那一日，告诉我杀害我夫君的真正凶手是谁。如今知儿已是世子了，你可能兑现当时的话了。我是可以现在就把真凶的名字告诉你们，但我手里还没有证据。若要等到证据确凿了再告诉你们，就还需要约莫半个月的时间。不用等到证据确凿，我们信得过你。苏国公，国公爷，是国公爷杀了我夫君。不可能，虎毒还不食子呢。祖父再怎么不喜欢我们父亲，也不可能杀了我们父亲啊。更何况我们父亲当年也没有要与大房、3房、4房的人争抢什么，只是想跟我们母亲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罢了。祖父也没有杀他的理由啊。怪不得你要等到知儿成了世子之后才告诉我。倘若你当时就告诉了我，我未必能够忍住不去质问国公爷。而我一旦那么做了，那不仅我们母子3人会是死路一条，只怕连我娘家都……
你方才说的确凿证据，不知是人证还是物证？人证物证皆有。那有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吗？虽然我除去有花不尽的钱财之外，什么本事也没有，荷儿也才即将及笄，帮不上什么大忙，甚至就连芝儿都还需要仰仗你跟太子殿下的帮衬，才能勉强在眼下纷乱不堪的苏国公府里拥有一点说话权。但若是有我们能够稍微出上一些力的地方，还请务必让我们出一份力。虽然你都如此说了，但眼下确实只需要时间了，也并没有你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而我要是没猜错，你想帮忙是希望能更早的看到证据吧？是，你也知道我们二房一直以来在苏国公府里的处境。如今芝儿虽然已经成了世子，但信服他的人是少之又少。若非府内府外都在传国公爷是被应风那孩子气倒的，只怕都会有人怀疑国公爷突然倒下与芝儿有关。所以我夫君是死于国公爷之手这件事，早一天有切实的证据，就能早一天让世人看清国公爷的为人，即便那会使我们国公府的名声一落千丈，但只有到了那一步，芝儿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多人的认可，然后也能早点做个了结。小姐，我看苏二小姐临上马车时都还有些魂不守舍的，看来他们父亲是死于他们祖父手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不小啊。送去给蓝氏，告诉他，此毒无色无味，能够杀人于无形，绝不会叫人看出任何端倪。但何时用，他需好好斟酌。宫中，早朝结束后，皇上刚从顾卿手里接过轮椅，准备亲自推君莫去凤仪宫，结果他才推着君莫走出3、2步，就有一群大臣围上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皇上，苏国公为国为民，也为皇上您鞠躬尽瘁了大半生，如今眼看着就可以安享天伦了，实在不该落得个中风瘫痪在床的凄惨下场啊！还请皇上下旨，命楚宁回苏国公府去为苏国公医治，也请太子殿下念着苏国公曾救无数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暂时放楚宁回苏国公府，不然老臣等就在此长跪不起。请皇上下旨，请太子殿下放人。不为爱卿这是想逼朕拿太子的命去换苏国公的命不成？那数人脸色都是一变，难道不是太子不放人，也不是皇上不愿意下旨，而是楚宁放了话，若是皇上拿圣旨逼他去给苏国公医治，他就不再为太子医治了。众爱卿若无那个意思，就该干嘛干嘛去吧。今儿风着实有些大，太子受不住。而你们若是有那个意思，那朕就成全你们，让你们在此跪到死为止。小白抓到的蛇，还有小白带回来的东西，你们研究过后有什么发现吗？那羊肠制成的圆球里装的是一种很奇特的香粉，触肤即溶。虽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去确认那香粉原有的功效，但我师父曾从北越国一个颇有名望的神医口中听说过，他们北越国后宫里的娘娘们会用一种造价十分昂贵的香粉，其触肤即溶，有养肤嫩肤相辅之效。师父已经修书给那位神医，让其寻一份那种香粉送来给我们比对用了。北夜国，君莫垂下眼眸，眼里霎时浸满了寒光，果然跟德妃有关。至于那条蛇，虽然它被小白咬死了，但我们将它解剖之后，还是通过它体内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确认了它和小白一样，也是以毒虫毒草为食的。而它的毒性虽然不到小白的1/10，却也能让人瞬间毙命。殿下得提醒皇上加强凤仪宫的守卫，以免对方狗急跳墙之后直接用那种蛇去伤害皇后娘娘跟安圣公主。另外，说是那蛇此后将那种香粉放到了其他宫人身上，也是十分不妙。毕竟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小白，敌人那边却不知道有多少那般的蛇无法处处的防范到。君莫点点头，没有立刻言语。德妃这些年被囚禁在流华宫主殿，一举一动都在父皇的人监视下。此前父皇的人查了许久，也没有查到德妃用在永华身上的那些毒是从何而来的。如今看来，该就是那蛇送到德妃手里去的了。您仅能让小白去德妃宫中埋伏着吧。
我想救出德妃身后的人来。说是凤仪宫不需要小白了，让他去德妃刘华宫是可以的，给他一个带有德妃体位的东西，他就能自己找过去。不过他眼下被那条蛇撑着了，估计不太想动，得等明天。同类他也吃，他可真是不挑食。殿下，无忌传来了消息，说是已经利用6皇子抓住了3皇子，正在把他们送回京城的路上。楚宁则紧紧地拧起了眉，抓，还是利用6皇子去抓的？太子这是打算对3皇子做什么呀？明明就他所知，虽然3皇子的母妃徐贵妃以及徐贵妃身后的丞相都想让3皇子去争楚，但3皇子本身并无那个心思，他只想一辈子游山玩水，做一个闲散人。在他前世锦王得势后，3皇子为了保他母妃跟母族平安，也为了让他母妃跟外族死心，直接弃了皇姓以及皇子的身份，改了母姓，上了母族族谱。最后锦王成全他，给他封了个贤王。从前徐贵妃宫里死了不少人，他吵着要父皇把老3找回来，而老3玩心重不说，还铁了心要违逆他母妃，跟外族到底，轻易是不会愿意回京的。所以我才利用老6去抓他回来。今天曹氏一行人到我们楼里之后，我按照东家的吩咐，让我们楼里那几个素日里负责给曹氏他们介绍我们楼中物品的小姑娘，在他们面前提及了东家你能治好健忘症一事。许是那几个小姑娘小嘴太能说到了，曹氏当场就信以为真，立刻让一个小姑娘领着她去见了我，说她已经受够了每日从早到晚亲力亲为地照顾她婆母了，请我无论如何都要帮她来见东家一面，只要东家愿意去他们府上为她婆母治病，条件任由东家提。等他再度找上你的时候，你就凭着你对他的了解，开一个他能够拿得出的高价。等叶思领着倪寒走后，小白扭着他那因为吞下了一条体型大他自己2、3倍的蛇而变得无比浑圆的小身板，回了楚宁的房间来。昨晚苏王从宫宴上回去之前，苏王的人就已经抓住了前去营救楚营的人，但那几人在觉察到他们中了陷阱，没有逃走的可能后，在被抓住前就已经服下了毒药，所以一个活口也没有。而且他们在被抓住前还放了一枚信号弹，目前无法确认他们那信号弹是向他们的同伴传递楚营还活着的，还是传递楚营被人调包的，亦或是救不了了的。那此后肃王他们不是还得继续在清河会馆里守株待兔？不过苏王手底下的人在那儿守株待兔就行了，苏王明日应该就会住进东宫来。我是让你设法救楚营那个废物，但我也说了，若是救不了就直接杀了。你竟折损了近10个人，都还没有放弃救楚营。圣女明鉴，老奴此前给他们下的命令是牺牲1人，以容成楚夫人，进清河会馆去给楚营小主子喂下见血封喉的剧毒。他们给的回复是已经照办了，进去的人了无音讯了，但是失败了。老奴便让他们先待命，等老奴摸准了清河会馆里面的情况，再给他们新的命令。谁想他们竟然会擅作主张。擅作主张？你是说他们最先进去的人就不是奔着去喂楚营毒药的，而很有可能是进去向楚营传达几时会去营救他的，然后他们以为很顺利，实则已经引起元素一行人的怀疑了，所以他们昨晚集体进去救楚营的时候，才会一个人都没能出来。是。愚蠢，愚蠢至极！我姐妹众多，比楚营聪明的比比皆是，何必要为了那么一个蠢货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吴梅，你立刻去一趟景王府，就说我又发病了，且来势汹汹，十分不妙，请景王殿下设法相救。圣女，景王殿下近来诸事不顺，您在这个时候用发病将他骗来，逼他想办法，只怕会有很多弊端。不，就是这个时候才好。殿下他刚在太子那边吃了大亏，受了大屈辱，紧接着他手里最大的棋子苏国公又因为中风倒下了，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十分重视身为钟离一族圣女的我，而我要趁此机会将同心蛊下到他身上，让他从此以后对我死心塌地，言听计从。圣女英明，
是奴婢愚钝了，奴婢这就前去景王府。袁素一行人肯定不会知道昨晚的营救是那些人自作主张的，所以他们此后肯定会明面上放松守卫，实际上却拿我们的人当兔子蹲。你得警告旁人，不许再自作主张，擅自行事了。是。至于楚莹那个废物，且就先不管他了吧。若我们一族的大事能成，日后有的是机会去跟袁素一行人清算这笔账。是。再度应罢之后，令妈妈一直伏地，等钟离出了他们密室才直起身。然后她轻声感慨了一句：小姐若有圣女3分聪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这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下场啊。明心正准备开口，就令妈妈帮她想想办法，就见刚离开的钟离又去而复返了。你们这般躲着不能露脸也不是办法，你们去京城周遭寻个合适的身份，明日在我途经的地方来一出卖身之类的戏码。是。此时驿馆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们务必小心，别让人跟上了。圣女放心，奴婢会小心再小心的。而后景王府那边，军锦听得钟离又发病了，且病情还十分凶险后，压下对钟离动不动就发病，以及钟离那个病本身的不喜，掩人耳目的去了永华公主府。奈何他去的时候，君雪蕊正在跟苏应风颠鸾倒凤，他足足等了1-2个时辰，把一张白白净净的脸都等成了猪肝色，才终于等来了满脸春色、脚步虚乏，眼里却还有几分不满足跟埋怨的君雪蕊。钟离身边的侍女方才到我府上说，钟离又发病了，且病势汹汹。而他身边原本就有着医术极好的大夫，在那大夫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眼下京中就只有楚宁能救他了。奈何楚宁此前虽然口头应下了会随我去给钟离医治，我却不好此时去东宫找他，故而我需要你去说服苏应风，把他手里余下的那2个口头承诺用来请求父皇下旨，让楚宁为钟离和苏国公医治。若不是二哥你此时提起，我都忘记我下药得到苏应风那日，父皇受一众大臣逼迫，许了苏应风3个口头承诺了。但是二哥你想没想过，他昨日为什么宁愿冒着受人白眼、遭人非议的窘境，随我入宫赴宴，也没有去找父皇用那个口头承诺直接请求父皇下旨？苏国公未经他同意，就擅自替他给了楚宁和离书，还瞒着他上了折子，请封苏颖之为世子。他不愿意为了苏国公用掉那2个有可能在日后助他翻身的口头承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如今愿意依附你，做你的群下臣，显然是被这数月里接连的变故逼到无路可走了。故而你只要给他一个比那口头承诺更加实用的条件，他肯定就会点头同意的。比父皇的口头承诺更实用的条件？二哥，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哪里能给得出那样的条件啊？我除了拥有一个长公主的头衔，背着受父皇重视宠爱的虚名外，也就只有一堆面首了。但他苏应风也不好男色，就算我舍得把我那些面首都给他，他也肯定不会接受啊。你别跟我贫了，你也有他来依附你的时候，可许诺了会帮他夺回属于他的一切。你说我要是现在去告诉他，你那是在诓他，他还会继续待在你那公主府里，任你把他当作曹金放的替身，日日所欢吗？二哥，你这样威胁我就没有意思了。我是真的想不到能比父皇的口头承诺更实用的条件，不若二哥你帮我想一个。你可以把驸马之位给他。君学蕊先下一紧，差点就脱口而出不可能了。你给他驸马之位，我则会许诺他日后给你领兵出征、建功立业的机会，他肯定会答应的。二哥，你这不也是在给他画大饼吗？谁家驸马能领兵出征啊？等我为军时，我说可以，就一定可以。曹驸马的身体不好，还中了毒，受不得刺激。二哥，
你得容我好好想想。钟离等不起。言下之意，他必须得现在就给出答复。二哥想让你拿你手里余下的那2个口头承诺，去请求父皇下旨，命令楚宁去给你祖父还有钟离治病。据我所知，钟离一族那位圣女的身边是有着医术极好的大夫的。是有，但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那人也束手无策的地步了。而他进京后竟然选中了我二哥，我二哥便想利用他得到钟离一族手里的巨大财富，也就不能让他还没嫁入景王府就死了。他真是进京之后才选中你二哥的？你若能遂了我二哥的意，无论父皇下旨后情况如何，我都会给你驸马之位。另外，我二哥说了，他招他为军师，即便你还是驸马，也会给你领兵出征，建功立业向上爬的机会。太子愈发好起来了，景王还能如愿夺得储君之位吗？我大哥他这不是还没彻底好起来吗？变数多的是，而且你除去相信我跟我二哥，站到我们这边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毕竟我大哥他是不可能像我二哥那样许给你那样的承诺的。我要景王当面写一封承诺书给我，日后景王若是反悔，亦或是想要杀我灭口，我才有后路。君学蕊挑了挑眉，十分爽快地换了个侍女进来，吩咐其去传话。而此时清河会馆那边，钟离正靠在君锦怀里嘤嘤哭泣，他身上药味十分浓郁，让患有严重洁癖的君锦十分不喜欢，却无法在这个时候推开他，忍耐得十分辛苦。而他光顾着忍耐了，全然没有注意到钟离往他身上放了东西，那是一只小到肉眼几乎要看不见的黑色蛊虫。因为那母蛊已经事先进入钟离体内了，这只子蛊也就不会再往他体内钻了。而他扑到君锦怀里后，不动声色地将那只蛊虫放到了君锦的衣襟上。这次并发心跳怎会如此的快？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我太过害怕，会就此慢慢动弹不了，然后从今往后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吧。放心吧，你不会就此动不了的。不出意外，楚宁明日一定会来给你把脉医治。可若是出了意外呢？若是出了意外，若是我此后病情越发严重，无法再下床行走，也无法再像这般好好与殿下说话了，殿下还会娶我吗？会，你别胡思乱想了。那殿下能提前与我圆房吗？我怕到了我嫁给殿下的那一日，我已经无法动弹了，那样我就无法在洞房花烛夜与殿下圆房了，也再没有机会做殿下的人了。可我自从与殿下相遇那日起，就一直盼着能早日成为殿下的人，我好怕到死也没能如愿。君锦到底是没有维持住理智，顺势拥住他，将他扑倒在了床上。翌日上午，东宫，楚宁刚见完霓裳楼来的小姑娘，洗漱更衣完毕后，正欲随那小姑娘去霓裳楼，叶静就把袁公公领入了他的房中。袁公公就把那2道圣旨递给了楚宁。近日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楚小姐，您还不知道吧？苏大少爷今天呀，是跟永华公主一起进的宫，他是求皇上下旨去的。永华公主啊，则是去请求皇上同意他跟曹驸马和离，改招苏大少爷为驸马的。皇上同意了吗？同意了呀。对于永华公主，皇上可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敢问公公，这2道圣旨，我签了是不是就必须得照办？除去这2道圣旨，皇上呀还有1道口谕给您，请您务必以太子殿下的身体为优先。有劳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小姐，看要奴婢跟叶想立刻去回绝了苏国公府和钟离一族的人，让叶想去回绝了苏国公府那边就行了。就说我很了解苏国公的身体，而我医术也有限，治不好中风。至于钟离一族那边，让叶想顺路去知会一声，就说我下午会再去了解一下钟离的病情，但能不能治不一定。而后叶思叫上叶念、叶盼，一起陪同楚宁出东宫，往霓裳楼去了。你消息广，你知道燕妃嫁的是哪家少爷吗？是吏部左侍郎家的2少爷。
他原本是与吏部左侍郎家的大少爷指腹为婚的，但那位大少爷也在当年被劫的那一众嫡子嫡女中。后面那位大少爷虽然被朝廷的人救出来送回了府中，却没几天就死了。后来他们两家商量了一下，在征得他本人同意之后，把与他订婚的对象换做了二少爷。替我查一查燕妃，顺便也查一查吏部左侍郎府，想知道吏部左侍郎府上的那位大少爷当年被朝廷的人送回去之后具体活了多久，又有没有与吏部左侍郎府以外的人接触过。此时倪寒已经领着他们主仆走到了一个雅间外面。你如今已经与应风和离了，或是直接换你名字，还是如红云一般唤你楚小姐？换名字即可。那你今日愿意来霓裳楼见我，是不是已经应下替我婆母治病了？我本不想跟苏国公夫人沾亲带故的人有牵扯的，但倪掌柜的替你说了很多话。谢谢，回头我也会去好好答谢倪掌柜的。这里面是20万两银票，已是我眼下能够拿得出来的最大的数目了。你若嫌少，此后我可以再拼凑一些给你，但实不相瞒，我也凑不出太多了，顶多几千两，你看看能不能？已经足够了，不过我需要先去确认一下你婆母的情况，看看我能不能治好她。若是能，我才会收下你这笔银子。那你几时方便去我们府上？现在就方便。女楚宁见过降王殿下。你道身子不舒服，要本王来作陪，结果本王来了，你却要撇下本王。王爷恕罪，妾身原本以为东家会下午才来楼中，所以……行了，本王不怪你。你们要去的是萧北怀府上，本王正好顺路，送你们一程吧。多谢王爷。有劳降王殿下了。此后他们跟在君慕祥身后出霓裳楼的时候，楚宁才压低声音对他说：问题在降王腰间那平安扣上。你脸色这么不好，是不是身子真的很不舒服？妾身没有很不舒服，只是突然有些想家人了。家人？君慕祥都略微怔了怔，他跟了自己14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在自己面前提及想家人了。你若想回家看看，本王随时都能陪你走一趟。谢谢王爷。淑柔，这人脸上的包好吓人，你让他走，快让他走。母亲，这是儿媳给您请的大夫，他能治好您的病。啊，治病？我又没有病，我不需要治病，我要他走，让他走，让他走。曹淑荣都还没有开口，楚宁就突然将一根银针扎在了他婆母的头顶上，然后他婆母就安静了下来。夫人别担心，老夫人眼下处在健忘症的中晚期，会因见到陌生人而失去安全感，又会因为失去安全感而生出诸多被害妄想。她此时定然是将我与此前曾经伤害过她的什么人联系到一起了，才会如此的激动。实不相瞒，1年前我们经人介绍，请了一个神医到府上来给我婆母治病，谁想那竟然是一个庸医，打着他的医术不能外传，甚至都不能叫外人看见的幌子，关起门来为我婆母吃了一堆无用的药丸，还往我婆母身上胡乱扎了很多银针，害我婆母在那之后大病了一场不说，还变得不仅见到生面孔会怕了，偶尔见到除了我之外的自家人都会吓得不轻。我要回去准备一下，从明天开始我会每天下午过来帮老夫人施针。只要施针就好了？当然也得服药，让我会明天一起带过来。不知道这多久我婆母才会有所好转？10天内就会有明显的好转，而若是顺利的话，半个月后她就能大抵恢复如常了。不过后续还需一直服药调理。哎呀，楚小姐，您可终于来了，我们圣女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呢，方才还在让我们去东宫迎您呢。我们小姐不是说了下午才会来吗？这可才刚过正午，你们以为东宫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地方吗？当然不是，东宫哪能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呀，我们圣女只是求一心切罢了。
而进了驿馆之后，他一眼就瞧见了锦王府的马车跟侍卫。小姐，景王也在这里。然后他们进入钟离房间时，如何？我还有救吗？你这般的病者，我在此之前还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故而我恐怕也无能为力。这是我们一族给楚小姐的小小见面礼，若楚小姐愿意尽全力为我们圣女医治，无论最终能不能完全治好，此后我们都会再给楚小姐5倍的谢礼。那我就尽力一试吧。那你几时方便为我医治？你此次病发已经结束了吧？不出意外，3日后你还会病发，届时我会过来给你施针。而这个时候，回东宫的路上，楚宁拿着一张金票端看了许久，突然起口吩咐道：回去之后，你们去找无痕帮忙，把这些金票全部兑现，暂时放入太子库中。是，小姐，奴婢方才看景王跟钟离那股黏糊劲儿，觉得景王不像是有严重到无法与人有肌肤之亲的洁癖的样子啊。钟离体内有同心骨，且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他体内的是母骨，子骨则在景王体内。那边君姐在回他锦王府的路上就已经察觉到了些许的不对劲，回府之后立刻换了府医来为他把脉，但府医没有诊出任何问题来。小姐，降王殿下的马车在前面拦住了去路，且降王殿下还冲奴婢挥了挥手，这好似是有话要与您说的意思。你可知倪寒他近2日在因何事烦恼？降王殿下怎么不直接去问倪掌柜的？他在本王面前素来都报喜不报忧，问了也是白问。兴许他有不想告诉您的理由呢。而我虽是知道，但我与他的关系还没有亲近到可以对他的枕边人透露他刻意隐瞒之事的地步，所以还请降王殿下见谅。是本王唐突了，本王此前听闻太子不舒服时，片刻都离不了你。你赶紧回东宫去吧。你瞧见降王腰间那平安扣了吗？查一查那平安扣的来历。这都不用查，降王的平安扣是太后奶奶给他的。那就查一查，降王身边有哪些人能接触到他那平安扣。关于降王的平安扣，京中有着很多传闻，小姐可想听一听？你且说说看。据说降王殿下那个平安扣啊，是当年他出宫建府后，因为府中屡屡死人，他也时常出意外，太后娘娘特意拿到国恩寺去找高僧开光祈福过后给他的。神奇的是呢，自打他佩戴上那个平安扣起，他府中的太平了，他自身呢也没再遭遇过意外。然后从那时到现如今，都已经过去近20年了。降王殿下还是会在每月15进宫给太后娘娘请安的时候，将那平安扣交给太后娘娘，放到佛前焚香祈福过后，再继续佩戴呢。每月都焚香祈福，焚香。楚宁低语间，脸色微微变了。就他所知，降王虽不是太后所生，却自打出生起就养在太后膝下了。而降王的生母是太后身边的长侍姑姑，据说与太后亲如姐妹，曾多次舍身救过太后。但其虽然侍寝了几回，先皇却没有给她任何的名分。然后她生降王时难产，临终前将降王托付给了太后，太后也一直对降王视如己出。锦王府里，此前我母妃在文武百官面前受辱一事，坚定了我争楚的决心。而恋爱楚宁，是我能否成功夺得楚位的关键所在。大将军与楚宁眼下的关系，我也知道一二，所以我不会逼大将军，我会给大将军3天时间。殿下，这话是何意啊？哈哈，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罢了。3天过后，大将军若是帮不了我，或者不想帮我，那我就自行想办法达成目的。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调理，殿下的身体终于能承受得住以毒攻毒了。所以我今天用能够抵消掉殿下体内一部分毒素的毒液，浸泡了这些银针。在那些毒液进到殿下体内，与殿下体内的毒相互消融的这个过程中，殿下可能会感受到些微疼痛。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殿下又贵为太子，更不应该在人前失态。但是这里也没有外人，殿下要是实在疼得厉害了，大可不必忍着。
直接喊出来，哭出来就是。我们不会笑话你的。没有外人，那就是内人了。宁宁姐，你这是在暗示我，你已经愿意做我的太子妃了？心说他都疼得脸色都变了，还有心情来曲解自己的意思。宁宁姐都说想看我哭给她看了，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师父大师兄他们都请出去？我没想。殿下息怒，老奴这就将药谷主师徒给请出去。而叶静话音都还没有落下，耀西和凡凡二人就已经转身往外走了。叶焕也很有自知之明地跟了出去。3年前，我眼睁睁看着你在受尽屈辱的情况下入了苏国公府，却什么也做不了，更不能做事，可要比这疼多了。楚宁心里一热，拇指下意识地在他冰凉的手背上摸索了几下，然后就又听得君莫拔高了声音说：宁宁姐，你这是在撩拨我。虽然我在你面前脾气好，也好说话，但你也不能光撩不负责呀。摸你2下怎么就算是撩拨你了？也就你能这么摸我，我说这是撩拨，这就是撩拨。你这是蛮不讲理。这你就冤枉死我了，我只对你讲过理。你激动什么？我就是负责吗？我负就是，反正吃亏的是。后面的你字，楚宁都还没有说出口，就瞧见君莫一下子撑了起来。都跟你说了不能动了，你还弄出那么大的动作，痛的可是你自己。且效果要是不好，明儿还得重新来过。好在我技术够好，每根银针都扎得很稳，不然的话……宁宁姐，你说的负责，是我想的那个负责没错吧？是。殿下若是非要我不可，那殿下此生可就只能有我一个了，不能再把旁的女人放在心里，也不能与旁的女人有肌肤之亲，更只能是我孩子的父亲。我只要你。太好了呀，咱们殿下终于得偿所愿，抱得美人归了。没到大婚那一步，还不算成功抱得美人归，想清楚了？那我们呀，会全力支持你的。小师妹，你当真已经想清楚了吗？太子妃之位可不是那么好做的。此前那些年里，殿下都3不5时的要来一次秉位了，都还有不少人想往殿下身边塞女人，也有数之不尽的女人想嫁入东宫。这往后殿下越来越好了，也越来越靠谱了，那肯定会更多呀。届时只怕……叶焕说的正起劲儿，顾青突然过来捂住他的嘴巴，把他给拉拽走了。太子妃，您尽管放心，不管有多少人想往我们殿下身边塞人，皇上跟殿下呀都是不会让那些人如愿的。且不论有多少女子想嫁给殿下，殿下呀也肯定是不会心动的。因为我们殿下打小时候见到太子妃您那时候起啊，心里眼里就只有太子妃您一个人了。我现在到底还不是太子妃，叶总管还是继续唤我楚小姐的好。是啊，不过太子妃您既然都已经接受我们殿下了，那大婚也就指日可待了呀。我们稍微提前一些唤你为太子妃，也并无不可的。深夜，辅国大将军府中，古离安自打从锦王府回府之后，就一言不发地坐在了于静书的床前。这几日，于静书病得愈发严重了。将军摆出这般表情，是又出什么大事了吗？没有啊，我只是突然想好好听听你说进来的那些梦。此前我也说过了，我反复梦见了好几次在苏国公府里照顾楚莹坐月子，且每次醒来都有一种强烈的那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的直觉，而我会梦到的那些事可能是前世，哦不，是宁儿的前世发生过的事情的揣测。是因为我这2天反复梦到宁儿被压跪在断头台上，用一种绝望到心如死灰了的空洞眼神望着我，而我耳边还一直回响着她声嘶力竭的哭喊，说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为什么我要为了楚莹那么个捡来的养女推她出去做替死鬼？将军，你拿宁儿突然说要跟苏应风和离后见到我们的眼神，与他从前看我们的眼神对比一下，就知道我那些梦绝非空穴来风了。那在你的梦里，宁儿最后被斩首了吗？在那些宁儿被压跪在断头台上的梦里，每每刽子手将刀举起，
我就会清醒过来。将军，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梦到的都是宁儿前世经历过的事情，可不论那只是我病入膏肓后生出的臆想，还是真的，我都不想离开京城。以我现在的身子，离开后，此生怕是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宁儿了。东宫里头，忙活了大半宿的楚宁，才刚走到药房，就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这皇位真是一天也不想做了。你这逆子还要多久才能大好来接朕的班啊？儿臣都这么惨了，父皇，你还想让儿臣去遭那份罪啊？谁让你那些皇帝一个比一个不争气？那父皇，你往后可得多多寄期望在你皇孙们身上，并大力去栽培你的皇孙们了，好让儿臣能够早早卸下肩上的重担，带宁宁姐去游山玩水，安享余生。皇孙？哼，朕哪来的皇孙？你心里眼里只有你的宁宁姐。老二才即将大婚，老三只爱游山玩水，老四是个糊涂蛋，老五，哼，罢了。余下的不说也罢，没一个能为朕分忧，让朕省心的。儿臣也即将大婚了。怎么，你终于想通了？不打算在你家宁宁姐那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宁宁姐怎么能是歪脖子树呢？她在儿臣眼里是这世上最好看、心地最善良、最坚强，也最应该被小心呵护的姑娘，且她也是儿臣唯一想娶的。那你还要在这个时候打？她昨晚答应儿臣了，未免夜长梦多。儿臣来请父皇下旨赐婚。也没发烧啊，怎么就说上胡话了呢？父皇若是信不过儿臣，可以问问阿青，儿臣敢欺君，他可不敢。真有那么回事儿？回皇上话，楚小姐确实是答应与殿下在一起了。怎么这么突然？明儿老天爷怕不是要下红雨了吧？还是说你们主仆都魔怔了，都听差了？回皇上，属下当时不在场，但楚小姐从殿下寝殿里出来的时候，楚小姐的师父问过她，是不是终于接受殿下了？当时我们所有人都看见楚小姐点头了。她接受你了，与她要现在就嫁给你，可不是一码事儿。你进宫请旨赐婚前问过她了吗？她同意了吗？父皇，你什么时候下旨赐婚，还要经过当事人同意了。等下元宝你跟着逆子一起去东宫，说楚宁收了这赐婚圣旨，正好立刻安排下去。袁公公禀完，楚宁很爽快的就接过了赐婚圣旨之后，皇上是笑得脸上都起褶子了。太子终于得偿所愿了，是不是很开心？老奴没有瞧见，老奴走的时候呀，太子殿下压着欢喜满脸，不可置信的靠在太子妃的门框上，显然是没有料到呀，太子妃能这么爽快的接下赐婚圣旨呢。皇后眼下还需要安心养胎，太子大婚这件事就由哀家跟皇帝你一起来操办吧。母后如此体恤皇后，是皇后的福气。另外，景王跟钟离一族那位圣女的婚期定在了立冬，距今将1个月。礼部跟内务府虽是早已有所准备了，眼下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灵犀跟苏国公府世子的婚期又定在了冬至，永华跟苏应峰也要着手选吉日了。便是将永华的婚期排到太子之后，只怕太子跟楚宁的婚期也得定到年边或是年后去了。元宝，你去传朕口谕，着国师、青天监的人、内务府的人，还有礼部的人，都进宫来与朕商议太子大婚事宜。那要不要顺便让金兆府上的人贴个告示，出去知会一下老百姓啊？一并去办了吧。此后东宫门前，我皇祖母有些日子没有单独召见你母亲了吧？她今儿召你母亲进宫，所谓何事？不知道。到我们府上传太后娘娘口谕的人没有多说，会不会与楚宁要嫁给太子哥哥有关？毕竟楚宁跟你们温国公府走得颇近。你的意思是，太后娘娘有意让我们温国公府为楚姐姐的靠山？我也不能确定，但我觉得有那种可能。哀家听闻你此前有意认楚宁为女，不知如今你可还有那个想法？臣妇心意至今未变，且臣妇一直心疼楚宁的厉害，想以家人的身份好好疼疼她。如今又即将嫁入东宫，
臣妇不敢再去高攀。你们温家若愿意为他的靠山，高攀的可是他。太后，您太过抬举我们温家了。我们温家再如何厉害，也是比不过太子的。但太后您若瞧得上我们温家，愿意撮合我们温家为楚宁的靠山后盾，那我们温家日后必将楚宁视作自家血脉，为他倾尽一切，也在所不惜。你能如此说，哀家十分欣慰，但哀家还要你一句实话。你愿意为楚宁做到这个份上，只是因为心疼他，还是感激他治好了令爱？两者皆有，但臣妇以及臣妇全家上下对楚宁的怜惜，虽然多半都源自小女时常念叨楚宁，却绝不会如他家人那般伤他辱他。让你们温家为楚宁的靠山是皇上的意思，但你需要自己去说服楚宁点头。臣妇明白了，臣妇会寻个时间去好好与楚宁谈谈。哀家听安圣说雨儿近来身子越发好了，是不是快要痊愈了？还没有这么快，还需要好好调养数年。那雨儿的婚事不是得耽搁了？我们倒是不在意早晚，他本人更是不在意，且他心里头如今还揣着乌家那个小少爷。乌西央啊，那倒是个不错的孩子，有才有貌，亦有为雨儿牺牲自我的心，可性子绵软了些，行事还太过瞻前顾后了，不够有男儿气概，并非首选的良配呀。再加上他还招惹了永华，也是永华眼下不知道他在东宫，如若不然，唉。近来苏家军中可太平？不瞒太子殿下，近来我们军中因为苏国公的突然病倒，出现了不少骚乱，但尚在可控的范围。本宫听闻，你们苏家军中眼下分出了3派，一派在坚定不移地等着苏国公痊愈，一派已经倾向了苏应之，还有一派仍旧向着苏应风。是的。那么你是哪一派的？末将在此之前虽然不甚了解世子，但皇上既然都认可了世子，末将自然必须支持辅佐世子了。很好。萧北怀心里却已经是打起了鼓，且还万分纠结，因为他是萧文秀的亲侄子。而此时萧母房中，楚宁已经动手给萧母施针了。曹淑荣领着几个丫鬟候在一旁。不知我婆母她几时会醒？很快就会醒的。你是怀儿，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母亲认的儿子了？你是我生的，我还能不认的？你快过来，让我好好瞅瞅，怎么老成这样了呢？是不是苏家军里有人欺负你？苏家军是谁家的军队来着？你什么时候进的苏家军啊？母亲想不起来就别去想了，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夫人，你立刻去苏国公府一趟，把楚宁只施了1次针，母亲就能认出我来了这件事，说与姑母听。曹淑荣没有多想，点点头，又仔细地看了萧母几眼，就转身去了。楚宁当真能治健忘症？是真的，刚刚我也说了，楚宁他才只是给我婆母施了1次针，都还什么药也没有让我婆母吃，我婆母就已经能认出我夫君了。你们是如何知道楚宁能治健忘症的？又是如何说服楚宁去帮大嫂治病的？是去霓裳楼时，无意中听见了霓裳楼里的人在谈论楚宁能够治好健忘症一事，就托了霓裳楼的掌柜相帮，然后变卖了婆母的嫁妆，凑出了一大笔银子，才……你们一共给了楚宁多少银子？20万两。才20万两，他就答应给大嫂治病了？你们东家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苏国公夫人也患上了健忘症，然后他会因为20万两银子就答应给我婆母治病？是不是为了气苏国公夫人？萧夫人何出此问呢？我方才去了一趟苏国公府，从苏国公夫人口中得知，他们无论如何都请不动你们东家，但我却请动了，不免就有些在意，你们东家为何会应下替我婆母治病？那萧夫人又为何没有那般做？实不相瞒，苏国公夫人一直以来待我不薄，按理我是应该按她说的做的，
那我实在太想告别此前的日子了，而你们东家是唯一能助我告别那种日子的人，我自然不能与他人联手来算计他。万一他一怒之下不再为我婆母治病了，那我余生不就还得不断重复此前的日子了吗？毕竟你们东家医术那般好，他此前都为苏国公夫人治病3年有余了，定然十分了解苏国公夫人的身体情况。不论苏国公夫人准备如何来隐瞒身份，都不见得能瞒得过去。萧夫人果然是个聪明人，我会把萧夫人的话一五一十转述给东家听的。另外，萧夫人也大可放心，除去东家之外，此时我与萧夫人的对话，我绝不会与外人说只言片语。那曹氏确实是一个聪明的，让他对外说我也忙不过来为由，拒绝了吧。是，还要恭喜东家，在与苏应风那般的负心之人合离之后，又觅得了如意郎君。你掌柜的瞧着是一个十分喜欢孩子，也十分想拥有孩子的人，竟然会在有小姐你帮助他保胎的情况下，还选择放弃，属实是令人费解。毕竟降王那平安扣是太后所送，而太后待降王如亲生，又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若倪寒此前的数次滑胎，以及降王妃至今也无子女，都与太后有关，那就意味着其中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重大隐情。而倪寒是生意人，他遇事肯定会首先权衡利弊。在鱼死网破之后，他和降王最终都落不得好，跟做一个糊涂人，不要孩子，维持住眼下的平和，这两者之间，他肯定会选择后者。风哥哥，你在哪里呀？你快来救救莹儿！莹儿好疼，莹儿快死了！父亲、母亲、祖母、大哥、二哥、三哥，莹儿知道错了，你们快来救救莹儿啊！你刚刚不是一直在念叨着想有人来救你吗？你应该也并不想死吧？好痛，我受不了了！你们杀了我吧！求求你们杀了我吧！你此时经历的这些，我们师妹5岁就经历了，还长达3年之久。而你跟那些折磨我们师妹的人流着相同的血，我们会很小心，尽量不让你死了，那样你才能把我们师妹当年经历过的痛都尝一遍。虽然我们并不想让你死，但你若真的受不住我们给你喂的毒药，一个不小心死了，那我们也没有法子。至于你刚刚念叨的那些人，且不说楚家人现在恨你入骨，不可能会来救你了。即将入赘永华公主府，成为永华公主第2任驸马的苏应风，也是不可能为了你来闯东宫的。你说什么？风哥哥要入赘永华公主府，做君雪忍的驸马？事到如今，他做不做永华公主的驸马，与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我那么爱他，我不仅早早的就把清白之身交给了他，还为他怀了一个孩子，他怎么能够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去做君雪忍那个人尽可夫的贱人的驸马？而且，我会为了保护属于我的宠爱跟财物，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也是为了能够带着最丰厚的嫁妆嫁给他，再让辅国大将军府永远成为他的助力。他竟然，他怎么能？不仅苏应风要入赘永华公主府，做永华公主的驸马了，我们小宁宁也马上就要嫁给太子，做太子妃了。你要是能撑到那个时候，我会给你一杯小宁宁的喜酒喝。小姐，这2张拜帖都是下午送来的，分别是百世子妃跟楚大将军给您的。这拜帖在我之前还有谁看过吗？这拜帖是叶总管亲自拿来交给奴婢的。以奴婢对叶总管的了解，他是不会擅自看主子的拜帖书信这些的。让人去温国公府给百世子妃答复一声，说我明天中午会准时赴约。是。另外，楚大将军那边就约他明日下午在百香楼见面吧，记得通知百香楼的掌柜，提前给我准备好一个雅间。是。叶思瞬间更加在意楚离安送来的那张拜帖上写的是什么了。而他们主仆不知道的是，楚离安的拜帖送入东宫之后，在被人放到叶静的书桌上后，被风吹到了地上，
导致叶静在固定的时间进书房去处理所有书信拜帖邀请函那些的时候，看到了拜帖上的内容。殿下呀，有一事儿老奴白日里没有立刻禀明。不妨，你们立刻禀的事情应该不是什么大事，是事关太子妃的事儿。说说看。今日楚大将军送了一张拜帖来，是给太子妃的。老奴意外看到了那张拜帖上的内容，其上写着一句：为父想与你说说你被斩首后的事儿。斩首？而这个时候，永华公主府里被君雪蕊用药缠着欢好了好半天的苏应风，才刚两腿战战，晃晃悠悠地下了床。然而君雪蕊虽是已经困倦到要睁不开眼睛了，却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与整个人都快被掏空了的苏应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哥哥都有人家了，怎么还这么在乎楚宁那个丑八怪啊？人家可是用尽浑身解数来让哥哥舒服了啊！够了！苏应风咬牙切齿地用力按住了君雪蕊在自己身上游移作乱的手。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他真的快被掏空了。明明他以前跟莹儿也整夜欢好过，却从没有过这种感觉。永华公主身上绝对有什么问题，绝对不是她不行。该去打听打听莹儿的情况了。晌午时分，百香楼，你如今既已打消离开京城的念头，决意嫁给太子了，不知能否重新考虑一下，让我们温国公府做你娘家一事？这也是皇上跟太后的意思。既然是皇上与太后的安排，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你这是做什么？快快起来！我既要占温家女的好处，就得以女儿的身份跪拜。那也是入族谱的时候才需要跪拜先祖，无需现在跪我。从今往后，您便是我母亲了，我应当跪您的。二位既已来了，就赶紧坐下，说正事儿吧。我稍后还要前往萧府为萧老夫人治病。在我们开始说正事之前，我希望你能帮我夫人把个脉，开个方。楚宁闻言正要拒绝，又听得楚离安道：价钱你随意开。能换成你们楚家人从今往后都不再出现在我面前吗？请你们当做从来就没有生过我这么一个女儿，又或者是当我死在那地堡里面了，不要再与我生出任何交集，不要试图来与我修复关系，更不要想着弥补我，因为我全都不需要。宁儿，你会对我们如此决绝，可是意味着我梦到的那些都是真的。你当真曾被我们推出去做楚莹的替死鬼？或者是真的，还是你哭着求我替楚莹去死的呢？虽然那只是梦，但我不想走到那一步，且绝对不会回心转意。不会，我若真的对你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那不论你多么想与我们划清界限，往后余生我们都会尽一切努力来弥补你，来赎罪。即便不再见面，我们楚家也是可以做你的后盾的。你若是需要，我已认了百世子妃为母，将会以温家女的身份嫁入东宫。楚宁在他走后直接从百香楼去了萧府。殿下几时从宫里出来的？在东宫等我回去不好吗？跑来这里做甚？我刚刚才从宫中出来，我并不希望你因为要嫁给我就委屈自己，按我父皇的意思去做。另外，即便你孑然一身，没有任何倚仗靠山，我也能护你周全，不让你余生受半分委屈。所以你生气是以为我会应下百世子妃夫妇为父母，是委屈勉强了自己，而皇上与你父子同心，不仅也是那般想的，还为了避免你阻拦而费神把你拘在了宫里。然后他在君莫点头后叹了一口气才道：此前我婉拒百世子妃时，确实曾有离开京城的心，而他们母女对我的好也确实令我动容，故而能与他们成为家人，我并没有半分不情愿跟委屈。另外，在冠上温家女的身份这件事情上，我其实也有自己的考量。哦，你到底是太子，是储君，是问哪朝太子没有三妻四妾的？而我任性地要求了你不能有别的女人，那么为了在日后旁人往你身边塞女人的时候，不用总是由你出面去得罪人，我自己就能把事情解决了，我就必须得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娘家。这种小事
皇嗣关乎国之根本，怎会是小事？而你的身体，我是最了解不过的了。即便我能全解了你体内的毒，并一直用心给你调理，你也始终会比旁人羸弱2分。之后繁杂的国事就够你操劳的了。能有我自己出面应对的事情，自然不能总让你费神。否则我这个太子妃，就只是一个需要你时刻保护着的花瓶。我并不想做虚有其表的花瓶，殿下，你也别想把我养成一个花瓶。宁宁姐，你这是现在就已经想到为我分忧了？那你不会连我们日后要生几个孩子都想过了吧？楚宁耳根一烫，下意识就瞪了君莫一眼。方才我来接你的路上得知了一件事，楚离安拿着你开的药方回府后，并没有直接让人按方抓药，而是让眼下在他府上的那数位大夫都看了药方有无问题，才让人去按方抓来熬煮给于氏喝的。殿下以为我该借着入温家族谱这个机会改名换姓吗？我觉得改不改都可，全看宁宁姐你自己的心意。楚宁蹙了蹙眉，他是不太想改名换姓的，但他又实在是想与楚家人彻底斩断联系，属实有些纠结。天下又不是只有他们辅国大将军府的人姓楚。另外，我要是没有记错，宁宁姐你的宁字并非楚离安夫妇所取，更非楚老夫人所取，而是国师的师傅归远大师所取。还有这事儿？殿下是怎么知道的？我可都不知道啊。国师此前无意中与我提及的，他还说归远大师曾在书信中与他提起过我们俩皆是半生坎坷半生安宁之命数，让我务必沉住气，静待命格转变。殿下，皇上让人送来了口信，说是楚大将军已经上呈了申请戍边的奏折。不过他在奏折中称京中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跟交接，故而他恳请皇上先准许他西夏三子先一步前往。他处理完所有事务跟交接工作之后，年后再举家前往。父皇准了吗？还没有。那前来传口信的人称，昨日皇上对外宣布殿下的婚事之后，京中老百姓大抵都觉得太子妃虽然与楚家断绝了关系，但在皇家眼里，辅国大将军府仍旧是他的娘家，所以才会让他为太子妃。故而在楚大将军申请戍边一事上，皇上想看看殿下您的意见。父皇是看在楚家人想与宁宁姐修好这一点上，认为楚离安留在京中比前去戍边更有用处吧。毕竟不论宁宁姐是如何想的，只要外人始终将她视作楚家的一份子，那外人就会认为楚家是他的倚仗之一，而我们则可以利用这一点来牵制一些人与事。属下不敢妄自揣测，但属下认为殿下言之有理。哼，若无今日楚离安让人检验宁宁姐给于氏开的药方有无问题这件事，本宫倒也会考虑将楚离安留在京中作为牵制旁人的工具。但有了这件事，本宫已经彻底信不过他那个人了，未免他们日后在宁宁姐背后捅刀子，再伤宁宁姐的心，还是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的好。且往后还得安排人在他们身边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殿下英明，那属下这就去将殿下的意思转述给那传信之人。殿下呀，老奴实在是有些不明白，这楚大将军一边想与太子妃修好，一边又不信任太子妃，这到底是何缘故啊？他太过重视于氏是其一，精于战术之人心都脏是其二。他会下意识认为宁宁姐对他们有恨有怨，就难免会生害他们之心。哎呀，太子妃对他们的态度明明一直都只是想与他们划清界限，且以太子妃的本事，若真想害他们还能瞧得出来？你看，你都比他们了解宁宁姐。哎呀，这太子妃呀，命也太苦了，怎么就摊上了这样的家人呢？不过以后就好了，以老奴对温国公府的人的了解呀，他们肯定是会待太子妃很好的。而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里，楚离安用以口渡药的方式喂完于静书服药，于静书很快就转醒了过来。将军，你该没有应下宁儿的那个交换条件吧？他已经应下了。将军，你怎么能？他不仅应下了宁儿那个条件，还上呈了申请戍边的折子。倘若皇上准了，荷儿他们兄弟三个不是就要动身前往东北关了呀？那我们自然也是要去的，不过还需数月。今日我拿着宁儿给叔妹你开的药方回府之后，下意识的就将那药方拿给了府中几位大夫，去确认有无问题。药方递出去的那一刻，
我就意识到了一件事：我们与宁儿之间，早就已经没有了家人该有的信任与羁绊。不论我们有多想与她修复关系，又不论我们如何想弥补她，我们对她造成的伤害都是不可能挽回的了。